这条线歪歪斜斜的，谁能看出来一人一半？这是割田术的运用，将田块分为若干归田、斜田、基田、弧田。归田的算法是半广乙成存，基田的算法。行，别给我说这些没有用的。你丈量出来的是3亩6分对吧？啊？我们家这个地契上面清清楚楚写着4亩，那4分呢？啊？对呀，4分呢？去哪儿了？啊？那4分呢？就是，这怎么少了4分呢？怎么这样了？这是。大哥，这人是你叫的吧？是你让他动的手脚吧？啊？数性赤诚，我没有算错，也不会说谎。怎么平白无故就少了4分地呢？就是少了。行了，大哥，你别在这演戏了啊！你以为我傻呀？啊？少了4分，你想独吞？谁独吞？给我这4亩地！给我这4分地！陆爷，咱们先想想平账的事儿吧。范老今晚就要赌方的账目，时间紧，没人做得出来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你钱还不上，地不肯卖，我再给你指条明路，把你女儿卖给我，咱们的账一笔勾销。小芝啊，父债女偿嘛，传出去也是24孝的一段佳话，是不是？外边干什么呢？分点，再开，下一把。这是谁呀？陆爷，您在兰溪，您不知道，这俩人在仁华特别有名。那个是风宝玉，是风记火腿铺老板的儿子，是个纨绔子弟，有钱的傻子。我喜欢。你再看那边那个人可更有意思。此人叫帅家木，是个算呆子，平时呆头呆脑的。可有一点，此人算术天通，一旦是到了赌方，那逢赌必赢。看！哎，陆爷，要是这算呆子能帮咱一把，那今晚这账一定可以盘完，范老那边也就好交代了。看！咱俩赌一把。来啊，你就赌啊！不是跟你，你啊？不要这次，随你挑。开牌。别说。这一对牌里面有2个至尊。是啊，有2个至尊，怎么有2个？哎，2个至尊。给你耍诈！别动！
我平时最讨厌的就是耍诈。如果再揽戏，你们俩双手全都没了。现在我给你们俩一个机会。听说你精通算学，天黑之前，把我账房里的账都给盘清了。你让家里拿200两银子换你2只手。掌柜的，掌柜的，出事了！宝玉少爷又去赌坊去了，人都让人给扣下了，还说让我们拿200两银子去赎人家，要是不给就剁手。姐，坐下。陆爷，他怎么一个人来了？姐，那我本来是赢了300两的，那加上老帅最后一把，一共赢了500多两呢。不是，是他们耍诈。朋友，侬是心里噶？哼，你也不在我们仁华县打听打听，就这俩的脑袋，耍可以，诈就算了。以后我再也不会让他们进赌坊，尤其是你的赌坊。这是给您的见面礼。既然都来到了仁华，必须要尝尝我们的风势火腿。算呆子呢？老帅在账房里算账呢。姐，我玉还在里边啊。哎，我说你，陆远，何其生财，何其生财啊！呆子，姐，走啊！我还没算完。算了，回去了，走。站住！200两银子留下才能走。姐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给你脸了。陆爷，何其生财，何其生财！我个屁！都干！
给我！我算好了。就是这个路飞龙，我们赢钱了，他不给我们队，说我们作弊，那我们是正当手段赢得钱，怎么不给我们队呀？正当手段？什么正当手段？讲来听听。老帅，你讲。牌九共有32张牌，再加2枚骰子，点数各有不同，只要计算出每个点数的现身，便有成算。也就是说，你有一手算牌的好技巧，打牌九10赌9赢，对吗？是。书行质朴之诚，方知四海皆准。任何人只要掌握了其中的道理，到哪里都是一样的。风宝玉，仁华县学的详生。对啊，课业如此繁重，怎么还能去赌博呢？哎，这关你屁事儿啊！方知县，朝廷每年拨下这么多的钱粮，补贴给各级的府学、县学，为的就是正风气、肃人心，让读书人可以安心读书，将来回报朝廷圣恩。可是这个纨绔呢，整日不思进学，流连于赌档之中，沉迷于算牌之术。宝玉不喜欢算术，他只喜欢赌。实在是玩物丧志啊！这人家玩不玩物、丧不丧志，他自有家长管束。接下来问，方知县，您刚刚不是也听到了吗？这帅家墨说了，这个法子啊很简单，人人皆学得会。倘若你判他们2个获胜，那接下来会怎样呢？整个仁华县学乃至建安府学的每一个学子就都知道了，只要掌握这个法子，连这种纨绔都可以在赌坊里赢得如此多的金银，那必然是人人都趋之若鹜，谁还有心思进学呀？如果赌场不加以限制，任由这些学生们随意赌博的话，整个建安境内将无人再用功读书，来年制举无人重视怎么办？影响地方官的考评怎么办？建安长此以往民风堕落，唯利是图，又怎么办呢？肃静！所以啊，陆老兄为的是金安的学风，才将这2个人拒之门外，坚决不开这个口子。陆老兄此举真的是用心良苦，防患于未然啊！方知县，您看，常理人情之外，方有正气攻心。夏沫，今日他们是不是让你给赌坊盘账？姐，盘账。盘了。对，你帮着赌坊盘账，是姓陆的逼我们盘的。你怎么不告诉我帮着赌坊盘账啊？确实是忘了。你为什么？他们说，如果我盘得好，就可以放了我们。那你盘的又如何呀？盘得赌档30日内文银流水1130两。原来你怎么这么赚钱呀？咱们仁华人的钱呐，都被这懒溪人赚走了。方知县，刚刚陆老兄说了，愿意给咱们县里的善堂捐文银100两回馈乡子。懒溪人在仁华开赌坊，挣仁华人的钱，我建议你们还是不要太嚣张了，否则本官也难逆民意呀。自然，我们这边愿意退让一步。哎，这个宋诗跟啊，好了，本官裁决如下：方宝玉、帅家墨所得赌资系非法使诈所得，赌方不予兑付。
不过帅家墨代为赌方盘账，功过相抵，赌方亦不追究方宝玉、帅家墨欺诈之行为，双方退下干节。最后一案，大老爷，我冤呐！我大清早的挑的大鲟鱼，全让他们打到水里去了。您是我们的副捕官，您得替我们做主啊！我们一时情急，抱歉。今天的殴斗之事，虽然是因为风氏姐弟而起，但是陆老兄呢，也愿意赔偿大家的损失，劳烦诸位算个总数，一并奉上。不必了。刚刚我问过大家，各位的财物损失共计40两，但是这件事儿是因为陆飞龙扣人而起。不过，所有大家的损失，我封碧玉双倍赔偿。好了，这就叫皆大欢喜。初心之诚，对错不是很清楚吗？我爹去扬州开了分铺，续了弦，这边的铺子就我姐一个人操劳，我这样一定得替他分忧。6分，师母6分，我得好好赚钱，人华赚不了，我就去省城干片大的。哎，老帅，你是我好兄弟啊，你可得帮我到时候。你想什么呢？我跟你说话呢。不是我算错了，是田七跟田母本来就对不上。你怎么还在想早上那块田的事啊？这个田它不对呀，可能当初他画田的时候就有纰漏，你管他呢？不是那一块田的事儿。我帮陆飞龙盘账的时候，发现他们所收上来的田契，跟他们找人10几两的也对不上。你要是想查清这个，那就得去价格库了。价格库？对啊，咱们仁华的每一块田地啊，那都得把田主、位置、资质还有面积，都得在官府登记造册。一份呢，田主留作地契；一份做成鱼鳞图册，留在监安府的那个价格库里保管。你要是想土地买卖，那就得跟那个鱼鳞图册对比物，官府才能发红契。你要是真想算清这个田亩和田契的误差，那就得去价格库。我这价格库啊，可不是谁去他都能知得了的。如果你能带我进价格库，你就陪我去省城。这可是难得的版本呀！这套图集五色齐全，画面生动，构思巧妙。哎，这漫漫长夜，那可真是消乏的良宾哦。哎，这书可不是我想看，是我一个朋友要看的。啊，你说这巧了不是？我有个朋友，也想看一些书。你让我的朋友看一看，我就让你的朋友也看看。佳墨，佳墨，来，爹。
东军都不回头看看，你家就要烧没了！哎呀，先别管那个呆子了，他们的兵粮还在不在里边？你什么事儿啊？仁华县的税赋账册里有一个大疏漏，我来提告，希望你们尽快纠正，支持调整。疏漏是你们家多交税啦？不是我家，是整个仁华县的税赋出了问题，一个巨大的错误。哎呀，我写给你看吧。整个仁华县，那关你什么事儿？数字有错，不应该是户房负责纠正吗？这钱粮之事，那是一级压一级，你得向上找啊。什么意思啊？别说我不教你啊，仁华县的钱粮都交到了金安府，所以你要提告，得到金安府的库房，你明白吧？哎，诸位，都打起精神来啊！今天谁也不能给我们仁华丢脸，听见没有？一会儿黄知府就在这个方向出现，啊！来，跳起来，跳起来！抬头，挺胸，目视前方，这个地方谁要敢怠慢啊，吊儿郎当的，我小心你们的屁股！宋同伴到了，宋同伴，哟！哎呀，宋同伴，方知县有劳啊！哎呀，宋同伴，停！宋同伴，您可是我们金安府的左二官，您怎么没跟黄知府一起来啊？打好前站啊！有事明日再来吧，我得去迎接新知府了。这个事情非常着急，必须今天说。何事啊？仁华县的税赋出了一个大疏漏，必须马上改正。谁让你来的？我自己啊。那你可有功名，可有官府的职衔？没有。嘿，你个平头老百姓，跑到这里瞎掺和什么呀？让开！数字账册出了问题，与我身份何干？再不让开，我叫人把你给插出去！你看啊，这笔税赋叫做人丁私捐税，一共是3530。这里是知府衙门，只接受下一级衙门的查账申请。你让仁华县行一道公文来，我们就受理。仁华县的户房我也去了，他们说这是府一级税赋的问题，他们不管。反正我这里只接受县衙的公文，你自己想办法。让开！
不知道。恭迎黄知府履任。马知县，上。恭迎黄知府履任。到了。快！这是王知县，快啊！恭迎黄知府履任。诸位免礼。谢黄知府。在下晋安府通判宋仁，见过黄知府。宋通判不必多礼。在下仁华知县冯梦真，见过黄知府。黄知县免礼。您您一路舟车劳顿，真的是辛苦了。我们一直在门口恭迎，没想到黄知府竟然先到了。本府私自决定提前到达晋安局，没别的意思，我就是想多走动走动，了解一下晋安本地的风土人情，没给黄知县造成什么惊扰吧？哎，哪里！我大明官员若能像您这样深入民间，体察百姓疾苦，那定会天下太平，海晏和亲啊！黄知县谬赞了。本府既然为大明牧守金安，自当是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你个刀杀货，你是阴魂不散呀！府衙的事儿，你到府衙去申告啊！金安府衙的人说，他们只收县衙的文书，这笔税赋是白白多交的，就该由县里提告。那谁说的？你找谁去？他们让我找你啊！来人，给插出去！嘿，干嘛呢？啊，这是什么所在？师爷，萧教喧哗，成何体统？哎，怎么又是你？师爷，这个算呆子不知道怎么议政了，非说咱们县的税赋有问题。对，问题是有问题，我给你看。你是说我们仁华县的税务出了问题？什么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，跟我在这玩诸葛武侯呢？啊？那其他几个县的知县真的就不来拜见了？催收在即，朝廷征税那可是大事啊！怎么着，黄知府您还能挑出个理来？说到税赋，手下还有一件小事想向您禀告。说，有个呆子在户房闹事儿，非说在价格库的账册上查到我们县的税赋出了纰漏。哎呦，纰漏？什么纰漏？说是我们县每年的税赋都多缴了。什么？多缴了？谁说的？此人冲撞衙门，擅入禁地，奉知县老爷令，失责10项，以儆效尤。本来就是个大书漏。闭嘴！哎，行。吃一顿打，把嘴闭紧。住手！哎呀！哟，宋东判，黄师爷，你这是要干什么呀？此人擅闯价格库，我是奉了方知县的令，施以惩戒。晋安府谁不知道这帅家墨有问题？我与他的长辈有些交情，能否给宋某几分薄面？
松头板既然说了，下面的板子那就免了。不过您得好好劝劝他，这家伙啊胡说八道的，非说我们现在赋税出了问题。这事儿如果传到黄知府那里，那岂不是给我家东主和您找不痛苦？他是因为赋税的事儿才擅闯这个库塔，可不？哎呀，家母，我已经给你求了情了啊，余下的板子不大了。回去之后不要乱讲话，这赋税的事不是你这种人可以参与的啊！按守本分，傻孩子，别再乱讲话了。我说你这平头老百姓啊，你怎么知道金安府的疏漏啊？一开始，我是发现我量的田亩和田契上的数字对不上，后来给赌方盘账的时候，发现他们那里情况也是一样，所以，我一开始进甲壳库是想看官方记录的鱼鳞图册。那你怎么查着查着就查到人家人丁丝绢上了呢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鬼使神差的，就发现了这人丁丝绢税的疏漏。我发现的证据和推演过程都写在这条陈里了。哎呀，我这满手是油，你就说吧。简单的说，就是仁华县每年上交金安府的税赋里，平白多出了一笔3530两的白银，应该取消。那如果这3530两是有错的，那把它取消了应该是好事啊，大家应该开心啊。为什么要打老帅啊？方知县的绰号叫什么？方识相啊。对呀，他成天什么都不管啊，清静无为。现在这个新师傅来了，他更不想这种乱七八糟事给他添麻烦。好了，对不起啊，收拾一下。哎，得说清楚。呆子，我们都支持你去提告，该我们交的1分都不能少，不该我们交的1分也不能交。不是姐，这老帅已经挨了10板子了，再去提高那还得挨10板子呀，6板。你看人家唐僧拿着紫金钵也都把金给取回来了，这3000多两，方识相也该醒醒了。呆子，我就问你一句，如果有机会见知县，你去不去？去。怕不怕挨板子？不怕。行，等你要好好养伤，养好了一起去。走。宝玉，姐姐我呢，也从来没想过让人考取什么好功名，那最起码，咱在仁华留个好名声。现在机会来了，呆子算出那个人丁丝绢税绝对不会是一个小事儿，如果纠正了，你想想看，对于咱仁华的老百姓来说，是不是一件好事？算呀。
那如果说仁华百姓知道这事儿是有你一份子的，是不是要对咱封家感恩戴德？可是这事儿是老帅发现的呀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哎呀，老帅你也知道，他就是个算呆子，他不会说场面话。你看这不是被衙门打出来了吗？他需要一个疏通关节，让他代为沟通的一个人。那可是这可是什么呀？可是，我知道了。你记不记得，呆子小的时候在墙上刻了一个算筹的数字？记得呀。记得多少吗？那谁记得住呀？我开始也没留意，但是今天我拎着这个灯笼仔细看了看，你猜我发现了什么？什么？这个墙上的数字和人丁丝绢的数字是一样的。都是3530，所以呆子不呆，他有他想要达到的目的。启禀方知县，学生封宝玉状告帅家墨欧商本人。你和被告是因何事起了局语，又是因何动手打了架呀？如实说来。启禀方知县，我们俩是因为金安府税赋疏漏的事儿吵起来的。因为什么？我们俩是因为仁华县的税赋吵起来的。他非要说咱们县每年多交了3530两。哦，对，他非要说咱们县每年多交白银3530两，应该减免。可是我算出来只有3510两，我们俩算的不一样，忽而就打起来了。说话。诸位，咱先不管是哪个数，他都不少，是不是？是啊。这么多的钱，你真是荒唐至极！给我查出去！查出去！等会儿，这欧商之案理由当然重要了，不说清楚，怎么公正断案啊？对对对，必须得说清楚，说清楚好让大家一块评评理嘛，是不是？这可关系到咱们仁华县所有百姓的减税大事啊，对不对？好了，帅家墨，你来说说，你到底是怎么发现这个税赋疏漏案的？你给在座的我们的百姓啊，仁华的全体的乡亲们说清楚了。说。老帅，怎么着？老帅。哎，干什么去你？怎么着？去哪儿？这是？哎，怎么走了？让条道。让一让。你说。让开。奉兴布政使司，共领11府，其一曰金安。金安府共领8县，分别是仁华、揽溪、万城、童养、大丰、三水、禹江、山平。金安府每年所缴正税中，分为夏税与秋粮，由8县分别承担，数目不一。我这次查阅金安府账册，发现仁华县正税科目中有一笔叫做人丁丝绢税。这一笔税赋既不写出处，也不知来由。我翻遍了仁华县所有记录，都没有说明为何要收这样一个科目。这笔人丁丝绢税的征收总额是3530两，每年。3530两，平白是多交
我查到这笔税最早的记录是从成化16年开始，距今正好100年，每年多收3530两，100年一共是353000两。查出去，查出去！能留几个钱呀？我问你，你为什么说我们仁华白交了这笔冤枉钱啊？我查阅了金安府上缴朝廷的税赋，也有一笔人丁私捐税，数目同样是3530两。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这笔税赋是仁华县独有，其他7县的记录里没有这笔税。我怀疑这3530两的人丁私捐税，本就是均摊税，该由8县共同承担，如今却成了仁华独征税，自然是冤枉钱。此事过于复杂，不宜居下结论，不如先退了堂，找户方核实了再做转换。好了，老爷，我清楚了。就这样了，就这样了，没有说法，没有说法。刚才就不应该审这个案子，这什么事儿都没了嘛。哎，本堂，原来审的是什么案子来着？帅家墨欧伤方宝玉啊！对对对，帅家墨欧伤方宝玉一案，本堂宣判。不告了，不告了，不告了，不告了。我也没有多疼，不告了啊！苦主啊，已经撤诉啊！本堂宣布退堂。那人丁私捐税的不公之处，如何处置？对呀，得说清楚。你刚才的一番解释，那就是欧伤案的证词而已。至于这人丁私捐案，那是另外一起案子，至少得有个苦主提告才成啊。那我现在提告便是。帅家墨，这可不是你一家之事啊！你难道想代表我们仁华全体百姓不成？有何不可？草民帅家墨为仁华县捐赋9篇以诉困苦事，上书提告。这个上书提告啊，需自身有功名之人才可。你一个白丁百姓，恐怕没这个资格吧？我们有。马上也有。这位，封宝玉，那可是咱们县的祥生。学生是仁华县现学3等复生，愿以身上功名作保，与帅家墨一并。陈情提告。好了，你们可要想清楚啊！即便是提告成功，即便是我们仁华得到了这个税赋的减免，你们一丝一毫都落不到你们手里啊！只要错误改正就行。我家的钱够花了。不再仔细想想了。这几天真是辛苦你了。我不喝酒。好，不喝酒，那就吃饭，吃饭。
哎呀，这几天算账真的是辛苦你了啊！可有眉目啊？还没有，但我已经有了想法，不能光盯着折色银钱。建安府的税赋还包括米麦布绢等本色实物，要一一折算成白银，很费时间。可有结论？证据还不够，不能说。这里没有别人，就只有本官。你向我透露透露。这个暂时不能入库，否则账就不平了。啊？就这闹了，我就干活了。算呆子，你就是个算呆子，算呆子。范老，印子钱赎地的事我办的差不多了。包书皮呀，是有讲究的。如果步骤不对的话，蛀虫就会啃食，纸就废了。正是，我家里的书就是为妥善保管，以至于深以为憾。哎呀，官府的家阁库保存得更不得力。像我们这次土地过户，那些榆林档案被虫蛀了个七七八八。幸亏他们知道您一贯为人清正，干脆让我们自行估算，然后给官府报备一下。这程先生，到时候我送你些许的书皮，回家包包。范老，只怕我家里的书还不如您的书皮贵。丝绢只不过是一个皮罢了，包在里边的东西才是最有价值的。范老说的是，说的是。明天就是5日之限，到时候县府3级会审，你可要用心汇报，出了岔子，呵呵。佳墨，佳墨，记住这个数字，记住这个数字，为父一生的荣辱都在里面了。帅佳墨，今日皇，你要把所查事实如实道来，如有虚言，仔细大板伺候。帅佳墨，你为何还不开始？我在等人。等人？等谁？等我的朋友封宝玉，我们一起守章提告。他就是个凑数的，他来不来都一样。你赶紧提告。宝玉要靠此扬功名，我必须等在一起。哎呀，真是一个赤子之心啊！不过我可要提醒你啊，你的朋友陪你一起提告，不光是博功名啊，你要是算错了，他可陪你一起受罚。我不会算错的。封宝玉呢？封宝玉来了没有？哎，姐，你快点，都喊我名了，别老说自己在里边紧张呢。差不多，去，先走了。哎，来了！哎，封宝玉，哎，你可要为咱老百姓说句话呀！国家养士150年，为民请命，就在今朝！快点，快进！哎，好，快点！在下仁华祥商方知府。王知府，同样知县、兰溪知县万城主不拜见。黄知府，那是有什么事情？
兰溪、万城、同阳3位知县居然同时递上了拜帖啊！有这么巧的事？关键更巧的是，他们还都选在今天，正好赶上帅家墨要对人丁丝绢税案做出说明的时候来，巧吧？真巧。这个丝绢税的争议，在仁华县是尽人皆知，传到临县的耳朵，也不足为奇吧？方知县是知道他们就是冲着人丁丝绢税来的喽？啊？参见知府。知府答礼。 3位都是咱们金安府远近闻名的百里侯啊，本府久仰大名啊。之前公务繁巨，疲于奔命，这不我等刚刚忙完县里的事情，便前来述职。只可惜今天来的有点不巧，3位还需要稍待片刻，待我与方知县会审完毕，你们再续职也不晚。敢问知府，提议的可是人丁丝绢的事？毛知县看来真是消息灵通啊！你也听说此案了？略有耳闻。虽说这是仁华的政务，但也牵扯到我们几个县，不知知府是否介意？我等旁听。毛知县，这个不太合适吧？我觉得挺合适。毛知县说的是啊，这个事儿，它也不是仁华一县之事，也牵扯到其他几个县，现在都来了，一起参详一下。来人，看座。谢知府。掌柜的，掌柜的，不好了！童谣滥说起。那一年，倭寇袭扰凤兴，朝廷让仁华县为官军提供军饷，于是呢，加收了1500匹丝绢的鞋饷。谁成想这倭寇啊，在当年便退下，可是，在接下来的2年里，也就是成化10年和11年，仁华县又相继缴了同样数额的鞋饷。可见，这笔鞋饷从临征变成了常例，每年都在缴。倭寇啊，时来时去，军队常备不懈，协饷每年征派也是不得已，百姓们倒是体谅他。这明明在说丝绢的事情，这怎么又扯到倭寇去了呀？毛知县，稍安勿躁，继续。军队要协饷，通常会找府里对接，怎么会单独找到一个县呢？其实一开始军队找的就是金安府。这笔协饷的总额为丝绢6000匹，其中1500匹由仁华县承担，其余的4500匹由其余7县分别承担，数目不一。你这绕来绕去的，到底想说些什么呀？按如今的市价，每匹丝绢折银6000，6000匹丝绢折银3600两。考虑到成化年间与万历年间丝绢价格的变动，在当年，6000匹丝绢的折银正好是3530两。你的意思是，今天仁华县交的人丁丝绢税，其实应该是整个金安府交的协饷？正是。此乃大义，令弟一片公心，为民直言，实乃我读书人的楷模。你打住！
我记得是谁说我弟弟是纨绔子弟，不思进学，尤其是带坏了你们读书人的舵源。我是一叶障目，如今3日不见，当刮目相看。往日的纨绔都可以挺身而出，为百姓立命，这一定是你教导有方啊！此话在理。温姑娘，这条路啊，不好走。怎么说？这3个知县平时不来的，今天突然来这边述职，你觉得这是巧合吗？方姑娘，来者不善，令弟怕是要吃苦了。但若是我们算呆子没算错的话，应该不会有问题的吧？敢问啊，这个算呆子是从何处习得算学，又是师承何人呢？为什么凤的掌柜你这么信得过他呢？那这您就有所不知了。佳木的父亲当年也是远近闻名的算学高手。这是我抄写的从成化9年到成化16年8县的账册。你是让我们看什么？重点不是看什么，重点是看不到什么。什么意思？从成化9年到成化11年，这笔司捐协饷的缴纳结构是仁华县承担1500匹，其余7县承担4500匹，每一年都记载得清清楚楚，每年都有支出。可从成化12年到成化15年间，税赋账册却不翼而飞。我翻遍了整个价格库，都没有找到。国土重铸中间数年的损毁也是常有之事吧？成化16年的账册还在，可我查阅时发现，在其余7县上缴监安府的记录中，已经没有了这4500匹的司捐协饷。与此同时，仁华县的记录里却突兀地出现了一笔人丁司捐税，数目正是3530两。所以你怎么认为？所以我怀疑，在成化11年之后的某年里，有人把这笔税赋改换头目，瞒天过海，通通转嫁到了仁华县的头上。所以，金安府的账还对得上，可缴税之人已经变了。简直是一派胡言！你写下这一堆数目，就可以唬住人吗？适才发给诸位的抄件，均抄自于价格库的原始记录，上有索引，随时可以查抵。既然中间数年记录湮灭无存，你把两者如此等同起来，这未免有些武断吧？这其中算法非常的精妙，你一个当官的，怕是算不明白吧？方知县，这就是你县的生源。方宝玉，你住嘴！你可知邓知县那当年可是远近闻名的神童，当年工部官正，他能默算那年黄河治水1年的开销，分毫不差，皇上都亲自褒奖过。可这3530的散数在账册中反复出现，定有蹊跷。那你的主张是什么？老岳，公明。仁华祥生封宝玉，学生主张，这3530两的人丁司捐税，不应该由仁华县一县承担，而是由8县按比例分摊。这番解说非常别致啊，而且清晰易懂。哎，方知县，此子以前是否在书房当过书吏啊？他啊，哎呦，他的没，他只是个人喜欢罢了。我看未必吧。为了给你的县里省些银两，真可谓是煞费苦心啊！毛知县，你这么说那可是诛心了。你想这些抄件和文书在价格库上随处可查呀，可不是我说的呀。谁人不知，
金安府与仁华县共用一个价格库。若不是你指使，难不成还是黄知府放这帅家磨进去的？王司前，正是。哎，对，我好像是顺嘴提了一句哈。你怎么这么实诚啊？没错，黄知府，我们这些县官都是来述职的，这突然间背回一笔无稽的税赋回去，这如何跟治下的子民交代？是啊，你说我们这是来呀，诸位莫急，诸位莫急。这帅家墨所讲是否合乎情理，尚无定论。此事体大，还需细细参详才是。黄知府，午时已近，不妨让诸位移步后堂吃午饭，饭后再商议不迟啊。对，吃饭，先吃饭。好，吃饭。哎，真是没想到啊，这个帅家墨的经历竟然是如此的坎坷。就是这一场让他失去双亲的火灾，把他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不通人情，只会算数，想想也是可怜。老子有云：“常德不离，富贵于婴儿。”他们这种才是真正的天然之态，未尝不是一种幸福。我不知道该说你是境界高远呢，还是单纯会说话。先生，哎，范老请您到府上一趟。树欲静，而风不止。啊？什么树？摇钱树。风姑娘，小生这就告辞了。哎，结果不等了？嗨，等什么结果啊？今天怕是只是一个开始。哎，这可是仁华的老字号，风是火。不必得礼。帅，没关系，我就是吃完午饭，顺便过来溜达。哎，接着吃。帅家墨，下午啊，我会找一个由头，你一定要抓住机会，配合好啊，让7个县都打开他们的价格库，以便查阅。的确如此，我需要更多的原始数字证明我的观点。这样理解也可，也可。哎，黄师傅慢走。下午可不要再说是我让你说的了。哪句？就是让7个县打开价格库这件。好，我就说是你不让我说。黄师傅，你消气，我一会儿就叫他。黄师傅您慢走。这个人丁丝绢税的来龙去脉，上午帅家墨已经说得很明白了。正好各位县令都在，大家一起商议一下该如何处置啊。我中午仔细拜读了一下，发现帅先生竟然能从如此庞杂的账目中一眼挑出自己想要的东西，可谓是磨算天才。更让人佩服的是，帅先生据此境杜撰出一个故事来，也算是有本事。但是心用偏了。怎么不说话了？你说的又不是问句，我如何作答？先生应该知道我大明税制里本色与折色的区别吧？本色是以粮食、布匹等实物上缴，折色是以银两上缴。
非常好。我接着问你，金安府给官军提供的6000匹丝绢应该属于本色税，得交实实在在的丝绢，对吗？账册里是这么写的。而你们仁华县所交纳的人丁丝绢属于折色税，得交纳银子，对吗？对。帅先生计算在精准，但可惜明显不怎么精通钱粮术务，留下了一个大大的破绽，竟然忘了对齐缴费。对齐缴费？哎，快说说，快说说！就拿成化9年这批协饷来说，我请诸位想一想，如果金安府给官军提供6000匹丝绢，难道支出仅仅是这6000匹丝绢吗？哎呀，干过县政的人都知道，这是实物，当然还要算上这运输费用。没错，要把这些食物借送到军中，金安府至少要准备200辆驴骡大车、300名脚夫，以及相应的伙食、草料、工时银等。这些缴费亦是一笔不小的开支。是啊，这货费加上缴费才能算是总开支啊，这属于常识问题啊。而你们仁华县缴纳的人丁丝绢属于折色税，得交银子，3530两银子，大概200斤出头，3辆驴车运走足以了吧？这两者的缴费天差地别呀！你声称的是什么？协饷6000匹丝绢折银3530两，与人丁丝绢税的数字相当，所以前者就是后者。可笑，你竟不知每一科的税赋都要把缴费算进去，而一算缴费协饷的数额根本不止3530两，根本对不上人丁丝绢税的损头。那后面的推论自然也是无根之草，不值一审了。说得太好了，这人连缴费都不知道，还敢在这府堂上招摇撞骗，简直荒唐！方知县这黄知府初来乍到不知道倒也罢了，你怎么也犯起糊涂了，是吧？今日一时糊涂，平日是清查的。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，你算错了。好啊，那我倒要听听你还有什么高见。你等等，什么你的？对上官要有礼数，叫邓知县。方知县不必动怒，若他能说出道理，即便无理也无妨。若讲不出道理，白手顿扣也无用。嘉靖10年，朝廷在凤兴开始实行一条鞭法，其中有一条规矩，所有税赋采取官收官借。说的没错，确实有。那敢问诸位，何为官收官借啊？一条鞭法之前，地方上的税赋是民众自行征收、自行借运到口。10年之后，改由官府征收借运，所谓官收官借。那运输的成本又怎么算呢？之前是靠征调免费徭役，之后圣上因为怜黎民之苦，改为以银代役，只要老百姓交纳一定数额的银钱给官府。邓知县说的对，嘉靖10年前后，官府收税的方式发生了变化，那记账的方式也就随之发生了变化。嘉靖10年以前，凤兴的本色税是计入钱粮税赋，而缴费是调用百姓的劳力，是计入徭役轮替部。也就是说，本色的价值和运输的成本是计入2本不同的账册。直到嘉靖10年官收官借之后，缴费改用银钱计算，不再属于徭役，这才使用同一本账册。这里是嘉靖5年与隆庆元年账册的抄写，你可以比较一下异同。哎呀，原来如此啊！妙！原来这个官收官借方法实行的前后，这个记账的方法不同啊！哎呀，难怪呀，这都是50多年前的事儿了哈。哎，
毛知县、邓知县，那会儿你们都还没出生吧？哎，所以难免有时差，哈哈，难免。姑且你说的对，嘉靖10年之后，人丁思捐已协饷的数额依旧对不上。对得上。我在计算嘉靖10年之后的数目时，已减去了缴费，仍然是3530两。需要我解释一下算法吗？这说到底，你也不过就是查出了这两者之间的数目相同而已啊！这天下的账目千千万呀，难道说有两者之间的数目相同就是同一笔账吗？你如何证明这成化9年的那笔饷银就是后来的人丁思捐税啊？目前的数目证明不了，因为成化12年到成化15年的账册丢了。你看看啊，果然是信口雌黄啊！但我有别的方法可以证明。诸位，我们查过监府的总账，可是从成化12年到成化15年的账册全部消失不见，但是下属8县的分账里一定有存底。有啊！你的意思我明白，就是说，让他们各县打开这个价格库，你去查验一下就清楚了，对吧？正是如此。简直荒谬！怎么荒谬啊？毛知县，3000多两白银的负担，不把它查清楚，各位睡得安稳啊？王知府，价格库乃国家要紧之地，岂敢让白身之人轻易擅入啊？哎，张知县，这怎么叫擅入啊？这不，各位都在吗？这不是正大光明的去看吗？只要让他去查验一下价格库里的旧账，这个人丁思捐税就能理清头绪，何乐而不为啊？哎呀，万万不可呀！哎，黄知府，您不能受这宵小之徒的挑拨呀！毛知县要是担心这个宵小之徒作祟，简单，本府亲自坐镇，派我的心腹随你去贵县的价格库里查验，如何？黄知县你是何意见呀？我啊，我不是说了吗？今日无论原意成什么，本县都会凛然遵从，凛然遵从。黄知府，哎呦，老人家你没事吧？我有几句话要跟黄知府讲。怎么了这是？任主簿年老体衰，这一天听下来，怕是累的。快扶这个任主播下去休息，我们继续商议啊。任老的金安素有贤名，又代表了万城一线，这个决议若他不在，这恐怕会有失公道吧？有失公道，有失公道。黄师傅，不急于这一时啊，先让任老我先去休息啊。今日我们先到这里，咱们明日再商量也不迟。老张，老张，好些了，多谢知府。免礼，本府特意在城中跟你寻得了名医，你现在可以放心安坐啊。今日我们继续商议人丁思捐之事，各位分别在县里边政务繁忙，我们尽快议完，尽快好回去啊。昨日帅家莫提告，要求金安8县打开所有的价格库，以便详查原档。各位意下如何？不可。毛知县啊，总得有个理由吧？这还需要什么理由啊？哎，他个平头百姓，价格库说开就开，这官府的颜面何在啊？
再者说，如果人人都学他这个样子，那以后咱们这县衙还干不干别的了？别在这耍泼毛之线，这已经不是一个平头百姓提告的事了，这是金安府要查清楚的事情。人丁私捐税牵扯上限100多年，不打开价格库彻查原大，如何正本清源？如何进行调整？我突然想起来，5年前在南京后湖黄册库通报过这样一个案子，有父子2人擅入后湖，试图改写自己籍贯的黄册记录，结果被抓。我记得非常清楚，判的是绞刑。可见价格重地未可轻忽啊！没有规矩不成方圆。我们万城的价格库虽然不成规模，可也有专门的库丁把守，连我进去都要报备登记。方知县啊，你当初发现他擅入价格库，为何只打1顿板子便放了？莫非是不把国家册籍安危当回事吗？毛知县，话可不敢这么讲。我当时哪里知道，他要在我们金安府掀起一场风雨啊！不过，我赶紧便下了严令，禁止他再次接近价格库。怎奈此人有手段呐！现在讨论的是人丁私捐税的事儿，不是在讨论如何给帅家墨定罪的事儿。王知府，我觉得话不能这么讲。帅家墨从一开始便包藏祸心，我们坐在这儿议论私捐税，那岂不是正中下怀吗？您总说正本清源，这个本我们必须得弄清楚。帅家墨到底出于什么样的目的，非要挑起这桩人丁私捐税的纷争？对嘛？咱们金安府本来好好的，他却突然跳出来搅风搅雨的，此事过于蹊跷，这事有反常，必为妖。帅家墨就是个机灵户，家里就他一个人。人丁私捐，本府可以给仁华县捐免，但是对帅家墨有何好处啊？那就更奇怪了，明明没有好处，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邓知县，你看看他就是一个算呆子，他能有什么心思啊？啊，我明白了，你的意思是说，他背后必有人指使。诸位，今日谈论的是人丁私捐如何处理之事，不是去翻帅家墨的旧账跟人品的。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你想想看，他这么起劲儿地张罗一件于己无利之事，那这背后必定有更大的文章啊！这些细节我们都不去弄明白，只是被他牵着鼻子去讨论人丁私捐税，那可谓是一叶遮目，不见泰山呐！那你们到底想要干什么？就是要让这帅家墨讲清楚，他掀起这人丁私捐税的真实用意。哼，他要讲不清楚，就该效仿南京后湖篡改黄册案，严办，以儆效尤。帅家墨，跟诸位说说，当初你去价格库干什么去了？是。我之前帮人丈量一处土地时，发现册的数字与榆林图册记载不符。我这个人发现数字不符就会头疼，于是我就去价格库查看。一开始是查榆林图册，后来关联到了税赋簿子，这之间的数字都是相关联的，一动则全变。后来我顺藤摸瓜，就发现了人丁私捐税的数字也有问题。啊，够了！王知府，您听听，这讲的都是些什么胡言乱语？帅家墨，认真点儿。我是认真的。看来还要我们揭破真相啊！报上名来。在下揽溪县一个生员，叫程仁清。你怎么知道帅家墨到价格库干什么？
天下之事无非8个字：常理人情，正气攻心。我以常理推之，人情夺之，正气变之，攻心为之。别啰嗦了，快点说，快点说吧。此事要追溯到20年之前，也就是嘉靖38年，仁华县发生了一件惨事：一户人家突遭走水，一对夫妻双双葬身火海，只剩下一个遗孤。这对夫妻，男的叫帅敦成，女的叫柳月娥。这位帅敦成正是金华县护房的一位书手，算学精熟，人人称道。程人情，别扯无关的事情。哎，宋同判，莫要急呀，听他把话讲完啊。嘉靖38年，建安府爆发了一桩弊案，数额巨大，触目惊心。此案惊动了巡抚、巡案两院，先后制下牌票，要求彻查。建安府查来查去，最后揪出了一只硕鼠，正是帅敦成。具体帅敦成如何犯案，又是如何被查出，今日且不详说。但东窗事发之后，恰好赶上了帅敦成和柳月娥家中走水，夫妻双双殒命。坊间传闻是夫妻俩畏罪自杀，只剩下一个可怜的孤儿，吃百家饭长大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所幸此事距今不过是20年，很多人应该都还记得。任主簿，是不是？没错。小老当时正好就在仁华，哎，诚为惨事，可发一叹。任老丈，依您观之，帅敦成这个案子是否有可疑之处？时间久远，不好揣测。不过那案子所涉银钱数目，不应该是帅敦成一个人能吞的。也就是说，这个案子它是有疑点，只是可疑罢了。都是过去之事，与今日话题无关。不，任老前辈，请问您帅敦成的这个案子是什么案子？贪污案。帅敦成挪用人丁丝绢税3530两，畏罪自焚而亡。此案虽然有疑点，却不足以翻案，但足可以在一个小孩子的心里种下仇恨的种子。帅家墨竟然是帅敦成的儿子，没想到，这个倒是没想到。哎呀，原来如此啊！啊，这人丁丝绢税的事儿跟他父子2人都有关系。嗨，一个7岁的男童，看着自己的父母惨死在眼前，你让他如何忘却？他年齿渐长，明白的事理越多，就越发的疑惑，自己的父母为什么会自焚而亡？当年的贪污案是不是他们做下的？他对这件案子的好奇与日俱增，对建安府的愤恨就变得愈发浓烈。不过帅家墨想要报仇，既无族亲可以依靠，也没有资格去考取功名，更手无缚鸡之力。怎么办？我手里唯一可试的，便只有传承自父亲的算学，只有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，向整个建安府发起复仇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回禀宋通判，帅家墨并无大碍，只是有点玉气陡壁，情志不舒。
喝点酸枣水，休息一下就好了。快去准备。好。家母怎么样啊？我看见我爹娘了啊！我看见我爹娘的身影，我爹还拿着一本书。家母呀，程仁清为了赢他不择手段，他会找你薄弱的地方去攻击你，你不能往心里去啊。对，我还得去铲灭人丁四军。不，哎，你还操心这事儿呢？那个黄知府跟那几个知县在后堂商议着呢。我还没有说明丝绢水的来历，他们商议什么？现在商议的不是丝绢水了，是你。各位，这一门心思的想治败家墨的罪，难道这人丁丝绢水真的有什么猫腻吗？王知府，夏老想给知府看一样东西。行，各位坐吧。黄知府，哎呀，任主簿真是清廉如水呀！来人，在，给任主簿准备一双新靴子。是。王知府，小老这双靴子穿了多年，踏遍了万城的山山水水，不知补过多少次。不是故意卖惨，实在是囊中羞涩。万城你也知道，素称七山二水一分田，可百姓要缴的，除了夏秋2次的正税与军徭之外，上还有各色杂饭，一年到头不停。一户3口之家，春耕秋收，可能半两银子结余都不到，尚不够来年借贷去买种子。小老纵然想贪，蚊子腿上又怎么能割下肥肉来呢？苛政猛于，哀民生之多艰呀。所以万城知县之缺，没人愿意来补，只累了小老这双靴子，反复磨补了。人丁丝绢怎么回事儿？小老不敢置喙，但我可以告诉黄知府，倘若突然出现一笔税赋，接下来万城会发生什么？那些农民就会变卖自己的积蓄和家畜，勉强交上这一笔税，但是一贫如洗的他们，只能被迫去借高利贷，要么被迫让土地卖掉沦为佃户，要么逃荒逃亡，要么把小老和水利打杀，然后落草去做山贼。每一次加税，这样的事都会重复一次。无论丝绢税是真是假，小老为县里父老计，都绝不敢赞同。我兰溪县也是一样。若因为加税起了纷争，耽误了正税借送，朝廷要是怪罪下来，那下官也只有辞职挂官一条路。你们，黄知府，此税之早，甚至在小老出生之前，绵延已逾100年。纵有不公，也早已成定例。过去的事情一粗不一细，若是锱铢必较，一一追究，那别的税目是不是也有问题？口子一开，争议无穷无尽。人丁丝绢税一事，本府已有诚意，
帅家墨因挟私报复、妖言惑众，故将其拘押，交由刑房议罪。各位人华百姓，勿需就此事妄加议论，以讹传讹。若有违者，定当追究。殿下。大晚上的不睡觉了？我们要换牢房。你发什么异常？啊？大半夜的换牢房？这个牢房待不了了，待不了。新来那哥们他。新来怎么了？是招了瘟，还是见了鬼啊？我们哥俩想教他规矩，没想到他直接他。还在电画符，而且啊，我亲眼见到一缕黑烟，哎，就从那个西装里面飘进来的。不是中了邪啊？有可能，有可能。我不敢说，太吓人了。这对呀，我把我放的事全都着了，你赶紧让我俩换个地方啊啊！开门呢！哎呦，快！等一下，你看。范老，幸不辱命。吓我一跳！别提了，昨天晚上闹了妖了。闹妖？就咱这破牢房，还有妖怪能看上眼？对，真有猫妖，我们昨晚可都看见了。哎，我感觉吧，吃早席的那个猫妖啊，上他身。上谁的身啊？就昨天那个，就是昨天刚进来那位，叫什么帅家墨，他啊。哎，这里是监牢重地，你来干什么？拜见两位大哥，我想来探个监。可有衙门刑房的批文，或者是知府同知的手书？你看谁呀？帅家墨，昨天刚来的。你告诉他，我们兄弟二人呢，也是奉命在这儿看守，与他并无仇怨，让他不要在我们这里作妖。里面请吧，请。哎，请。老帅，你还好吧？你来的正好，我找到一个新的证明办法，只要把这些不重要了。怎么不重要了？要证明人丁思娟与邪想之间的关系，我找到一个新的证明办法，只要把原始账册拿到，就一定可以算得出来。老帅，有件事我今天必须问清楚，因为这关系到后面很多重要的事儿。你说。昨日陈仁清说的那个故事，到底是不是真的？哪个？他说你是为了替父母报仇，借着人丁思娟税搅乱监府的事，到底是不是真的？不是。我父母的事，我一件都想不起来了。我相信你从来不说假话，可是你听完陈仁清说的那个故事，你昏倒前的反应我是从来都没有见过的呀。我当时头疼欲裂，很多以前的事，就好像一阵风一样，吹到我的脑子里。不过全是颠倒的，我也分不清到底哪件是真，哪
件是假。那你之前就真的一点都没想起来过吗？我也希望我能记起来，可是我连我爹娘的长相都记不清了。以前，就算有人骂我，说我爹做过什么，我也无法生气，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他做过什么。可是你记得你父亲教给你的算学啊？因为算学是我这个世界上唯一感兴趣的事情。你不懂，就像我永远也搞不明白，为什么你会觉得青楼赌坊里有那么多好玩的事儿。你也不会明白，这算学之中有多少乐趣。乐趣？数性质朴，算学是天下最诚实的东西。1+1永远是2，5乘4永远是20，而12字时永远是144。人心叵测，难以琢磨，而数性质朴，从不虚实。数与数之间的关联，就好比天上的星宿一样，万年难移。只要你掌握了其中的运转之妙、计算之理，便可以俯仰天地，上下求索。这便是我所求的道。任凭数字无穷无尽，任凭难题变化莫测，无以一道而喻之。也许在你看来，这只是一间装满了断烂潮爆的破屋子，可在我看来，这是直通仙府的大道。我在其中神游天外，上穷碧落下黄泉，无数的景致只在一念之间，何其的快活！这与成仙又有什么分别？说的真好啊！什么意思啊？我也听不懂，不过这都不重要了。老单，你在这等我回来啊！这草席该换了。好，换，马上换！欲乘隙取利，变乱相离。本府据理争辩，实名利害，务求百姓无家父之苦，少增税之害。今奸犯已绳，本府乡民不必惊扰，可相安无事矣。本县偶感风寒，不能事事，一切事务暂缓办理。哎，这怎么回事？这个还是来了贵的，这不能办事儿，这个太不像话。妖言惑众，善兴辞讼，流配3000里。这罪名是他们想出来的。刑房长案呢是今年的老例，自然是闻玄哥而知雅意。啊，的确是失去啊。
不会是你老兄教的吧？哎，金安府上下和睦，那也算是属下的心愿根本。是我不安分吗？明明是他们咄咄逼人啊！是。来人，此罪名太重，驳回，转往刑房服役。是。哎呀，如此一来，也算是各有所安，尘埃落定。那倒未必。知府排跳，该犯妖言惑众，善兴词颂，但罪出有因，其情可悯，念其初犯，加以训诫，准其开释。开释。若有再犯，罪加一等，严惩不贷。出去以后好好做人啊，好好做人，好好做人。闭嘴！哎呀，你快走吧。去晦气，你这在监狱混挺好啊，大家都怕你。他们怕我是因为他们说我有妖上身。哎呦，那巧了，宝玉也有妖上身。哎，那你得给我扫扫过来。哎不，哎呀，你别，哎呀姐，哎呀，哎呀这好。帅家墨，冯宝玉，黄知府。哦，知府。帅家墨，这是你写的提告，还给你。我在里面想出一个新的证明办法，只要增补进条陈就可以证明。在金安府，就别想着再提告了啊！可是人丁思娟的，你没听懂我的意思是吧？在金安府，就别想着再提告了，明白吗？黄知府，你慢走。文章是个好文章，帅家墨，只是所托非人啊。哎，我看看。呀，这黄知府是在给你改文章吗？啊，我看看。你看。哟，改这么多啊！黄知府不是要做你的厨师吧，呆子？这什么？这是底报。什么是底报？不知道了吧，姐姐？他这个底报啊，就是说上个月里边谁升官了，谁贬职了，哎，哪国来进贡了，朝廷下发什么圣旨了，都在这里头，是发给各省官员作为参考。那给人家黄知府还回去啊？啊，也是。走。哎，黄知府，黄知府，刚才黄知府说，我们在金安不要再告了。对啊。那如果在金安以外的地方呢？黄知府的意思，是不是让咱们去比金安府高一级的地方去提高呀？我看看，妖又上身了。嘿。谢谢。这个是时下最时兴的把戏，叫做雀山铁花。你像高中啊、升迁啊、嫁娶安宅，都会请他们来表演。我要是高中的时候，我也得操办一下，让我姐姐好好风光风光。爹娘呢？是不是还在里面呢？你这都烧死了，你还发愣呢？吵这么大火，你都不知道回头看看，就知道蹲在这玩。一家三口烧死俩，就剩个呆儿子。哎呀，这傻孩子要是回个头，火也烧不了这么大呀！
要是早点喊人，你爹娘也不会死，真是造孽呀！哎，老师。那个时候你才几岁，能做什么呢？以外，别总自责了啊！哎，老帅，老帅，那好点没有？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我爹写的那本书吗？嗯，他好像把什么非常重要的东西记在里面了，叫做《推步据鼎之说》，但是内容和书名我怎么都想不起来了。你都想了一晚上也没想起来，你就别想了。哟，告辞。庄三 T 先生是吧？哎，久仰久仰。哎，走。哎，您走。你们疯了吧？这个丝绢税怎么算都加不到你们俩头上，你们操的哪门子心，装的哪门子苦主啊？你接着说，应该去哪个衙门提告？行，你们要作死，我也不拦着啊。哎，对了，小蝶，哎，你来之前可否写了一些条陈？哎，老师，条陈。这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写了一大堆数字，算来算去的。你看这头前面啊改的乱七八糟的，谁写的呀？是黄之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庄先生，那您说该怎么写？哎呀，记住难改啊。这样吧，我勉为其难的再给你们另写一份，然后呢，只收你们点润笔费，如何？好，我带了纸墨笔砚，现在就写。哎，老帅，我来。哎，张先生啊，那个您带回家写也可以，但是你总得跟我们说说我们接下来该做什么吧？哎呀，诉讼这个路子是不能走啊，就没听说过民告官的。嘿，你们可以走就地复审。什么意思呀？哎呀，你亏你还是个生员呢！就地复审就是你提告某一个官员在某件事上处置不公平，恳请上级重新调查，哎，你就送到安察14。对，就是安察14。哦，妙啊妙啊！哎，庄先生来。哎呀，你看这个脑子呀，就想起了还有2个麻烦的地方啊。这第一个麻烦啊，你们京安府啊，已经给出了合议，安察使司估计不会给你们直接下结论了，否则他就是打了京安府1府8县的脸，你说是不是？我估摸着，你们这个府议上去之后，安察使司会发回京安府，让你们的知府重新调查。不是，这自己审自己，那审不出来什么不一样的呀？哎呀，或许这就是他让我们来这儿的理由啊。哦，我想明白了，只要上级同意复议，哎，那他就是想要个借口重新调查，哦，那我们可以去复议的，对不对？对呀，对吧？这么精妙的推测，是你想出来的？哎呀，别谁想出来的啦，少爷！现在最麻烦的就是阅送。阅送什么呀？你作为一个生员，不会不知道阅送吧？啊，这大明律上写的清清楚楚的，这老百姓打官司也好，这个举报都好，都得一级级来的。先找乡老调解，调解不成，再找里长，里长主持公道，公道不中的话，再去找知府和知县。你们这倒好，直接越过县府2级。我告诉你，小子，甭管你有理没理，上了大堂就是20大板。你做好这个准备了吗？做好了。不，没有。不是庄先生，你这20大板是不是太多了？哎，这里的规矩就这样。
那这也不能不分青红皂白上来摁着就打呀。我跟你说的都是官面上的规矩，私下呢，我给你找一个转到衙门的衙人。啊，谢谢庄先生，1两银子，1两5钱。那我还不如自己去挨板子。哎，您就是自己去挨板子，也得给那些负责打板子的衙役一些还手钱，不然你知道吗？那20大板下去，有的可就出了人命了。这钱呀，您里外里都省不了。这合着一板子就得1000呢。一板子是7分5毫，1钱是错的。哎，这只是阅送的费，您2位不是还得去按察使司递状子吗？这纸墨钱也得准备着。纸墨我们自己带了，都已经写好了。哎，自己带的纸墨不合规范。还有，这按察使司也不是每日都放告。至于何时放告，签诗是谁，只有这衙门里的小吏他才知道。给的多，查的就快。这不就明着抢钱呢吗？这不是？您嫌贵，您不如自己出去跑跑。不是，怎么又冒出来一笔签诗啊？整个凤兴这么大，按察使一个人管不过来，所以手底下有副使佥事、清军、提学、屯田、兵备等等分管，找对人很重要啊。哎，我这新的条程写的不错吧？啊，至于润笔的费用嘛，我算你便宜点。你不是说今天肯定能送进去吗？您是不知道啊，这惩罚房的小吏，那是按钱排序的。按钱怎么了？钱我也给了的呀。您是给了，可架不住别人给的比您多呀。这状纸的格式不对，得找个刑名事业把关。盖戳费、传承费、差役成票费，行百里者半90。你这前面的银子都花了，你再不花就白花了。我们这2天的衙门长什么样都没见着，净在这给你钱。再等等，再等等。哎呀，你稍安勿躁嘛，过段时间就是放告的日子了。你把这个状纸往上一送，那个事情不成问题啊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会游泳，我会游泳。是。我突然来省城，你就不好奇吗？你是来跟我辩论的？你还真是个蒜呆子。但不管怎么说啊，虽然我会游泳，但还是要谢谢你，刚才出手相救。在有人刺刀我面前，我会害怕，也会难过。你是个呆子，也是一个好人。这年头啊，
能做好人的大概也只有呆子。那你是好人还是坏人？我就是把刀，谁给钱我帮谁。刀子只要足够锋利就好。至于你是什么心思，是好人还是坏人，是君子还是小人，根本不重要。刀子会有心思。没错，没有人关心刀子他有没有心思，没有人。你说的话，我不太懂。嗨，我这是怎么跟一呆子聊这么久？走了，再见。算呆子啊，我告诉你，既然我来了省城，你们所有的打算注定要落空了。宝玉已经去找人弟调陈了。走着瞧。再见。进去吧。你们俩跟我来。 8号，好，进去吧。9号，马上到我们了。11号，哎，这怎么回事？许是漏了，再等等，等等。 12号，哎，这什么意思呀？我去问问看，我去问问看。 13号，你快一点！这奇了怪了，你们的调陈竟然被驳回了，还批了无礼。该状荒谬不堪，言辞悖乱，只增笑耳。且既安抚已有诚意，无庸再审无礼。不知怎么就被驳回了呢？您也看见了，这关节上都没问题，这问题出在状子上。不可能是我的问题。 只怕是有人针对你们吧？啊！哎呀，不可能，谁会针对我们呀？我想起来了，程仁清也到省城了。啊！我这要是他来了，可就麻烦了。哎，庄先生，你想想办法，这到底怎么办呀？凉拌呀，没办法了。爸，你之前不是说有很多衙门吗？你们这是按察使司明确驳回来的调陈，你给哪个衙门谁肯接受？而且再说了，针对你们这个人太歹毒了，一招封喉。 我看你们这个提告在地方上是不可能的。巡抚衙门呢？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说过，布政使司、按察使司、都指挥使司都是地方的衙署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巡抚都御史和一个巡按御史。那可以啊，你这个朋友记忆力。哎，咱们就去找那个奉兴巡抚都御史。哎，现任巡抚是李世达大人，的确是奉兴最大的官了。不过。 你们两个连巡抚衙门都进不去，而且人家接受的是地方上诉的案子。那巡按衙门呢？可以啊，咱们确实得按照巡按的路子走。你看啊，他这个巡按，他是朝廷派到地方的监察官，而且他的闲职是挂在了督察院里，他跟地方上就没什么瓜葛，顾虑也就少了。哎呀。 但是有个难处，要是钱吗？你还有钱吗？没有了，那不就得了吗？巡按御史，最关键的就是在这个“巡”字上。他四处巡视，你们在省城里肯定找不着他的。不过我算一算啊，巡按。 差不多应该巡到了延州府，对，延州府。我们回仁华，正好路过延州。陈仁清，你是来嘲笑我们的吗？来给你们一个忠告。能有这个好心的？我若是你们呢，暂时就先不回仁华了。谢谢啊，我们不回仁华。我姐说了，
你的话只能信一半。总之言尽于此啊。自求多福。得手了吧？不会吧？都这么长时间了。我们接到举报，说你们这里边有强盗，去把里边的人都给我叫出来集合，快！各位客官，各位客官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，快来集合！起来，哎，快起来吧！哎，拿好衣服去门口集合！哎，快！还有你大门口，看什么？说你呢！起来，门口集合！集合！快点，快点！快点！马上走了。好。军爷，齐了，人都到这儿了。本官收到报信，说这里有强盗当道抢劫，可有此事？啊？你们都没招贼吗？没有啊，没有。我看是有强盗混在你们当中了吧？你们两个看上去有些面生啊，不像是本地人。姓名相冠，此来设有。军爷，在下是封宝玉，吉安府仁化县的生员。那个省城刚办完事儿，我们要赶回仁化。哎，这是我们路演。
我看你细皮嫩肉的，不像是强盗啊。你呢？帅家墨，金安府仁华县人。我来省城是为了向凤兴按察使司提告仁华县私捐税弊案。哪那么多废话啊？这不是废话，都有数字可以证明。我可以算给你看。哎呀，老师，那个君爷，这是我兄弟，我们一起的。他那个算账，脑子算傻了，您别介意。这年头傻子都能算账了？哼！你，哎，君爷，我就是本地人。本地的啊？对，收下了吗？好。嗯。你过来。说你呢？对，就你，大胡子，你过来。君爷，姓名相关。陆飞龙，金安府，同样县人，我是出来收账的。收账？录音在此。今天奇怪了啊，遇到3个金安人。陆飞龙，你说你一个金安人，来我们延州收什么账呢？嗨，几处店铺而已。君爷，他撒谎，他根本就不是同阳人，他是兰溪县的人。我就是同阳的。你是兰溪县的，你还开赌坊的？您别听他瞎说。哎，嚷嚷什么呀？啊，我问你啊，你在这义社里有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人呢？在下平时沾枕积税，不曾留意。不是君爷，他真的是开赌坊的。他之前在仁华开了个赌坊。这谁是来开赌坊的？不是你吗？陆飞龙，你就是兰溪的。哎，行了，陆飞龙，你过来，过来。陆爷，你要来延州开赌坊，得向我打报告，必须要跟我一起开，啊，这是规矩。明白吧？啊，好了，今天也没有发现什么强盗，你们都回去睡吧。收队，收队，走。记住啊，哎，收，快点儿，快！大哥，还动手吗？动个屁！现在那个军官已经盯上我了，他们俩现在要是被杀了，我肯定要被怀疑。啊？那可咋办？睡觉。父母至敬至孝，不曾懈怠，与亲子合议。老人病亡，家产何该均分？杨二春诉状驳回。下一案。这写的是什么鬼东西？一看就是出自壮士之手。拿腔作调，虚张声势，1分是渲染成5分，想在我这里讨得便宜，休想！驳回。哎，这可是周三娣写的呀！这帮壮士只会起灭词讼，挑唆纷争，唯恐天下不乱，本官最为厌恶。退下。下一案。怎么办呀，老帅？这庄先生写的他看不上呀。我还带着之前那版调针，黄知府改的那个。庄先生说这个写的不行啊，他写的这个都看不上，怎么能看得上这个呀？还不退下？哎呀，司马当活马医。刘玄，住！我们刚才交错调陈了，其实是这一版。你们2位，听我来。你们这个调陈写的有意思啊，看里面分明是2个人的手笔。
一个主笔，一个改动。您可真是目光如炬啊！这主笔之人呢，就是我兄弟帅家墨。哦，至于这改动之人，他就是你们黄宁道黄知府，对吧？你怎么猜出来的？我与黄兄虽非同年，但黄兄是监察御史外放的人。我刚仔细听了你们讲述合议的前后，黄知府也有他的难处啊，不得已才要找外力支持。那您还接这个提告吗？本官巡按奉兴各地，就是为了纠正地方弊端。这关于人丁丝绢的条陈，情理昭然，正在本官的职权范围之内。如若不接，便有渎职之嫌。这个案子，察院正式接下。所以我什么时候能去其他7个县的价格库查阅问卷？什么？我这兄弟舌头有点直。是这样的，我们之前合议的时候呢，老帅提出过去其他几个县的价格库查阅，但是被拦下来了。其实这事儿很简单，黄知府只要去几个县看一看，就什么都明白了。我若要求他们打开，他们无权阻拦。所以我们什么时候调查问卷？待本官把延州府的事情处理完，咱们即刻动身，巡按金安。太好了！你们不知道黄知府多么的用心良苦，他怕我不接这个案子，特地附了这份底报，在条陈下面。啊？我还以为这底报是不小心粘在底下的呢。你们2个傻子，不光没有看懂，竟然还去找了一个不入流的状师写那种破状子，差一点儿就枉费了黄知府的一片苦心啊！认真看看，若悟得出，一切都明了；若悟不出，说什么也没有用。你们可以走了，本官还有别的公务要忙。走。哎，还有个问题，我想不明白。这个案子如果赢了，对你们2位没有任何好处；可要是输了，2位会身败名裂的。这样出力不讨好的事情，如此热心奔走，一定是还有别的隐情吧？这事跟我没关系，我就是跟老帅结伴同行的。那你呢？数字是错的，就应该得到纠正，有什么不对吗？老帅，我就是没想明白这底报到底有什么玄机呀？怎么了？那个刘勋啊，一看这底报什么都明白了，就跟打哑谜似的。这很重要吗？哎，有时候我是真羡慕你这天真浪漫。你想想啊，之前刘勋案问你，说你为什么要干这种出力不讨好的事儿？庄三弟问过你吧？程仁清问过你吧？哎，黄知府和那几个知县是不是都问过你？可我的答案都是一样的。重要的不是你的回答，而是人人都觉得你挑动这件事儿，一定有其他的好处。可是我并没有啊。那可不代表别人没有啊。你想想啊，围绕这丝绢案，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目的。好，太好了！毛知县可谓是深得刀法的精髓呀。这大明几百个县令，论这理政手段，本官未必上乘。要说这搏击技能，本官可尽一甲之力啊！毛知县，出事了，出事了！啊！大胆！何人敢占据县衙作乱？毛知县，你这身装扮，以为要去投军了呢？关你何事啊？你是哪个？我是奉兴巡按御史刘景。巡按御史。不可能！本官并未收到巡按要来本县的牌票。牌票已经送去仁华县了。本官是临时起意，
要在榄溪设茶院。毛知县若是不信，我这里有官印、圣旨，还有督察院的文书，你尽可来验证。验就验。还真是啊，刘玄，你这人做事太不地道，哪有不告而来搞突然袭击的呀？哪还有半点巡案的样子啊？毛知县，你这身武人装扮，也不像个知县啊！我这是晨练的装扮，不知你要来，带我回去换换，再来与刘玄一诗。恭候。毛知县，毛知县，哎呀，毛知县，哎呀，有话就说，没看本官正在忙着呢吗？有人看到帅家墨了，跟那个刘玄安一起来的。他二人何时走到一起的？我这小人我就不知道了呀。去，马上到诸葛村，把那个程仁清给我招来。哦，明白。哎。刘巡案，奉天子之命啊！本官巡按凤兴11府，今欲在榄溪县设置巡按察院，调刷文卷，监理词讼。既是圣上旨意，本官自当全力配合。很好，毛知县，请起。本官手里现在就有一桩案子。莫不是帅家墨提告的人丁丝绢案？哼，这毛知县不光武功了得，连算卦也懂。这件事情牵扯到国家税赋，兹事体大，您可要想清楚了。来。这两个小贼！帅家墨主张，人丁丝绢税3530两，乃是100年前协饷挪移所致，本应由8县均摊，成化16年之后，却只由仁华县独担。帅家墨，你说是有凭据的？是。只要查一查榄溪县的价格库，看看成化11年至成化16年的税赋账册，便可真相大白。你说查就查，贵姓啊？姓帅。现在是本官查案，徐耀凯。凭什么？哼，凭什么？凭的是朝廷之命。本官奉旨巡按凤兴，最重要的一项职责，就是调刷文卷。凤兴11府所有的文书卷宗，本官都要一一查看。你们榄溪县凭什么就能例外？毛知县，你3番5次退位，莫不是真有什么隐情？再做阻拦，本官定要参你一本。请。本官就在这里坐镇，看看谁敢阻挠刷卷。这2位书手是我惯用的心腹，也借给你用。你估计要多久可以完成？3日之内。不想，这区区村落，竟蕴藏如此的气象。这诸葛村虽似是而变，
光线一转，景色各有不同，尤为垂暮之时为最佳。徐安大人莅临兰溪，这诸葛垂暮之景一定要赏一赏。不错，落日余晖斜洒八阵图上，如观武侯晚年心境啊。这诸葛垂暮一语双关，实在是巧妙。诸葛一生鞠躬尽瘁，只为忠君一诺，克服中原，是我等之楷模。范老乃官场前辈，当年威名赫赫，今承蒙教诲，不胜感激。不敢。那宴席早已备好，我看不如这就前往啊，席上慢慢聊。这宴席是兰溪县出钱，还是您个人出钱？徐安大人，小老和当地的乡绅略表心意，就不让官府破费了，请您放心啊，请。帅先生，用膳了。范老问，酒宴置办好了没？自然是置办好了。范老说了，刘玄案不好财，我安排了别的。聪明，一会儿你不要走远，可能随时会叫你。一会儿我不在席上，当然不在。宝玉呢？证据找到了吗？没有。是没找到啊，还是没说出去？没说出去。我喜欢跟诚实人聊天，不费脑子。哎，证据给我，我就把冯宝玉放了。我差点就算完了，不过兰溪县价格库的正税簿子上还有记录。别跟我扯这些，我听不懂。就是说，这些只是抄件，原件我都放回去了。宝玉，你快把他放了呀！你答应我的。你怎么能听陆飞龙的话呢？刘巡案莅临兰溪，蓬荜生辉，我等要尽地主之谊。如果招待不周，还望海涵。哪里话？范老蒙天子御赐，县台乡贤排匾，又以奉职大夫荣退，应该本官先敬您才对，请。老孙，你真是个笨蛋！不是，你怎么能信那个陆飞龙的话呢？你拿到玉，你就赶紧去给刘巡案，你起码还能活呀！我死就死了，反正我也就是个纨绔。这些原件要是烧没了，以后就更没人算得出来了。这都什么时候，你怎么还在想这个？我们这些人年事已高，
远离宦海。不过在朝廷当中，还有那么几位故旧。如果您要需要帮衬，尽管吩咐。其实说实话，君则群而不党，只要以忠事君，便可以问心无愧了。君子群而不党，那何人党而不群呢？当然是那些只为了一己之利而罔顾朝廷难处的人啊！啊，呀！快，找出口，找出口！快！醒醒！那有板凳。毛主席，不好了！何事慌张啊？毛主席，兰溪县城走水了。何处走水？是价格库。啊！哼，这走水走的可真是时候啊！是烧给谁看的？刘巡安，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你不觉得这火真通人性吗？让他什么时候起就什么时候起，让他烧何处他就烧何处。毛主席，毛主席，何事啊？刚刚得知帅家莫、风宝玉二人留在价格库中，如今生死不知啊！真是岂有此理！倒要看看这兰溪县还是不是大明的天下！遮住我。你把他们两个捆在库房内一同烧死，原本是打算伪造一个误动火烛。是啊，把他们俩都解决了，麻烦事就一并都没了。不过现在也不差，我再杀一次不就得了？住手！干嘛？你现在再动手，意义可就完全都不一样了。有什么不一样？如今大火烧了价格库，他们却死在了外边，这不明摆着告诉别人此事有蹊跷吗？我有办法让尸体完全消失。只要帅家魔的尸体不在库房内，刘巡安他就一定会起疑心。那我把他们俩杀了，再放回去不就得了？这个法子好啊！外面那么多救火的人，我们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把他们两个的尸体给运回去。没错。
那你说有什么好法子？法子倒是有一个，你说。我需要他配合。刘玄，刚才我们都翻检过了，废墟里只有大量纸灰与残余木架，并无任何尸首。陆飞龙这个蠢货，毛知县无忧，我都已经安排好了。你们两位昨天离开的时候，是帅家墨主动要求留下的？正是，我们换他吃饭，他没走，还在那里发呆呢。案图的纸上都是空白的，我们还问他进度要怎么办，他也没回答。二位先生，之后还有谁见过帅家墨？应该就是库房那个老吏吧。毛知县，啊，去，把那老张给我带上来。每天日落的时候，架构库就要落锁。今天我去锁门，就看见2个书手说帅先生还在库内。老张啊，这架构库里除了帅家墨，可还有其他人？还有一个叫风宝玉的公子哥。后来，他们俩吵起来了。还吵起来了？吵了些什么？小老儿耳背也听不太清。什么，舆论册来不及，如何交代？莫要连累当学。我提醒他们要锁门了，结果那个公子哥发脾气，把我给撵出来了。他们说，他们是为刘学院办事，若我再啰嗦，万一是耽误了大事，就要拿我试问。被他们赶走之后，我放心不下，就来看这大火，是小的失职。老张，这大火之后，你可有见到帅家墨和风宝玉啊？小的委实是不知道。刘雪，这个帅家墨呢，承诺说会找出人丁四捐水的真相，但却陷入了麻烦，只得一张白纸。而这个风宝玉呢，他是用了所有的身家做保，来赌帅家墨会赢。但是他发现帅家墨的进展不大，甚是着急，便来到了价格库，催促帅家墨连夜查卷。于是，便跟他发生了一场争执。此乃是二人在互相推诿埋怨。你说的似乎跟看到真景一样，莫非你也在现场？我是诸葛村人，刘玄案和几位之前的这个酒宴呢，就是我置办的。我也一直在左近后着，不曾离开。莫说废话，快说正题。那之后的事情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样子，有可能是2个人因为吵架，误碰到了火烛，才酿成了这场泼天大祸。那然后他们人会去哪里？自然是潜逃了吧？你要知道，这烧的可是我们揽西县的价格库，顶格可以判死罪。他们2个不落荒而逃，难道要留在这儿等死吗？你的这些推论纯属猜测。姑且说在下的推论是有误的，他们2个与这场大火无关，那他们2个就是无辜的。为什么要落荒而逃呢？他们可以留在原地，又或者直接去找刘玄案您呢？恐怕这刘玄案可还有什么意见呀？好手段。范老，幸不辱命。仓促之间编排了这么一出好戏，连我都快信了。若要遮掩一事，莫若另开一事，这是做壮士的常用手段。那2位现在如何？他们2个已经被陆飞龙遣送出了揽西县，前往同阳案中拘押，疑似还捕文书送至金安府各县，然后陆飞龙便会将他们扭送到同阳县衙。这为何不在我揽西，还要扭送到邓知县那边呀？
潜逃嘛，自然要逃得远一点再抓，这才更像样啊。毛知县啊，说到这儿你还得帮个忙，再多发一支签子，给陆飞龙一个捕头的身份，这样跨境抓人，他也有方便。然后呢？然后自然是同样把犯人转交给揽溪，再接受审判。绕这么一个大圈子，还不如一刀砍了来的痛快。快，它不代表好。放肆！我的意思是说，价格库着大火，这是大事，遮掩不得，怎么都要给朝廷一个交代。与其烧死帅凤二人，不如让他们就此背起这口黑锅。麻是麻烦了点儿，但手续上没有瑕疵，可以杜绝后患。文书手续我来办。人呢？人呢？啊！追！哎！不是，我说啊！追！走！宝玉，宝玉，快别滚了，宝玉！啊！姐，姐，啊！老栓，老栓，啊！疼啊！起来！疼！有没有看到？小芝，你们不是在仁华讨生活吗？怎么跑到同阳山里来了？你们来干什么？你别害怕，咱们的账已经清了，今天不是来找你们的。我问你，刚才有2个书生模样的人从这里经过，你们可曾看到啊？啊？看到了，他们下山去了。走。其实你们没了田，还可以来我家做佃户嘛，何必跑到这大山里来开荒呢？太辛苦了。这个就不用你操心了，我宁可自己给自己干。那我就奇怪了，你说他们俩经过这里，看到这儿有这么大一间茅屋，难道不会过来看看？你们走吧，这里不欢迎你们，也不欢迎任何人。走！给我搜！是。大哥，这里有个地窖。你不能进去，这地窖许久未通风了，贸然进去很危险的。起来，我来。大哥，你怎么了？大哥，没事吧？大哥，
给你扶大大哥，慢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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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哥，慢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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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哥，跟你说了吧，别进去。慢点，慢点。慢点，啊，慢点。忍着点啊！你们到底为什么被路飞龙追啊？我们是去揽溪场。疼！哦，慢点，我欠路飞龙赌债了，哎呀，流年不利。哦，懒惰。爹，忍着啊！你刚不是挺能忍的吗？路飞龙来的时候一句都没吭。刚才谁敢吭啊？吭声命都没了。哦，哎，也不知道谁放的这么大夹子，疼死我了。啊！是你们？是我们呀。那放在身上可以夹个野兔、野猪，好歹能吃顿肉。谁知道你往那儿跑啊？那是你们夹上我的腿，得给我请个郎中吧。我们可没有钱请郎中啊。如果你不嫌弃的话，就在我这儿养伤，我和小芝再去采点草药。爹，我们家那点粮食可能不够那么多人吃。哎，我有钱啊！你可以在我这儿养伤，若是想治好的话，就要到同阳县城去了。老帅，要是别人再问起来，你可千万别再说咱们是来揽溪查账的，也别说架构库着火的事儿。为什么？知人知面不知心呐，那谁也不知道别人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。可是陈家妇女救了咱们，那就更不用说了呀，咱不能给别人添麻烦呀。我明白了。我家在同阳还有个铺子，你明天早上带着我的信，去取点银两，你再叫个郎中过来，顺便让他们给我姐捎个信儿。哎，你说咱们明明晕倒在揽溪县的架构库里，那怎么就在同阳县的破庙里醒过来了呢？这个路飞龙在想什么呢？爹，3530是什么意思？记住这个数字，爹一生的功过都在这里了。老师，老师，你想什么呢？记得我跟你说过的那本书吗？我想起它的名字了，叫《思捐全书》，在书的第一页也写了3530。为何我爹也曾经查过？这场大火让我确定人丁思捐税与我爹之间也有关系。《思捐全书》里面到底写了什么呢？还有，我想起我爹娘的样子了。
这个人是揽溪县要抓的那个，名字叫做帅家墨。帅家墨，带上来。是。哎，你干嘛？你算错了。你知道我在算什么？这是商工体，你在计算粮仓的仓储能力，这是要算存粮几何。没错，东阳县的税赋迫在眉睫，想要从容调度，必须要掌握粮仓的储存能力。这儿的粮仓是一个圆柱形，得用元宝之数。所谓舟字相乘，以高乘之12而已。但是在粮仓的顶部有一个伞盖，这一块不知如何推算的准确。原来如此。那日我在金安的和会上见识了你这个白璧绘影之术，颇为欣赏。回来我也试着看能怎么用它，但是才学有限，难免有疏漏之处。疏漏不少，才学确实有限。你也真是蠢。既然本官在通缉你跟风宝玉，本官又怎么会不在封家铺子设下眼线呢？宝玉在山中养伤，我是一个人来的。说吧，你到底犯了什么事情，竟然要揽溪县连夜发来文书海捕？是的。这个毛盘凤，人丁思娟这事儿应该堂堂正正的去官面上辩驳，这种宵小行径实在是过分，倒显得心虚羸弱。所以你会放了我？本官不能放了你。因为我们金安8县是有攻守盟约的，我若将你放了，岂不是自掘坟墓吗？为什么？一个人想做的事情跟他要做的事情是不一样的。我很希望能够从算学的角度跟你堂堂正正的去讨论人丁思娟税，但是我不能，因为人丁思娟与我同阳县不利，即使你说的再有道理，我也要极力去反对。我们也许能成为朋友，但不是现在。听不懂，听不懂。本官就是因为你听不懂，所以才能向你倒苦水。我在上任之前也是满怀壮志，我觉得自己是一县之长、百里之侯，可以尽情地施展拳脚，匡济天下。可当你真正坐到了这把椅子上，你才知道，就是把这一县管好都要殚精竭虑的。你就拿我身边做事的这班小吏来讲，人家的职位是世代传承，而我呢，就是一个流官。我既要倚重，又要提防，我稍微一个拿捏不准，便是身败名裂之局。我还是不懂，要不你在墙上给我画出来。你是不会懂的。总之，本官不会把你放走，我只会按照正规的程序把你收监移交。若旁人问起来，我也只能昧着良心说我对陆飞龙的事情全然不知。可我已经跟你说了，你又怎会不知？荀子有云：“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”我在这同阳县不过是一叶孤舟罢了。顺流而行，大家千好万好；若逆流而行，
是会淹死人的。原来你不会游泳啊？我若像你心思这般单纯，该有多好！来人，把他压下去。哦，你想不想知道人丁思娟的真相？兰溪县的价格库已经烧了，你还能有什么证据？我已经想到一个绝妙的法子，不需要看兰溪县的价格库，同样可以证明邪祥与人丁思娟之间的关系。幸亏啊，及时用了草药，不然你这条腿睡腹，可谓独辟蹊径，一叶而知秋。当日辩论时，你意图从缴费驳斥我，这才给了我灵感。那我还真是荣幸。不过你这个算法，说来简单，具体核算可是个水磨功夫。你想想看，需要一个县一个县的去计算，然后再归并统除，挺繁琐的。不难，交给我来算，很快就能算完。你可真是个算呆子，既然一点也不设防，你就不怕我提前知道思路，事先做好准备？哎，你若是有比这更合理的算法，拿出来一起讨论，那不更有趣吗？帅家木啊，你听我一句劝，这人丁思娟税的变革关键，从来就不是一个算法问题，是一个利益问题。什么意思？没有人会跟你算这些细节，斗的是心计，要的是好处。就算是本官，也只能私下里跟你聊聊这些。到了官面上，你说的再对，我是不会认的。你也说了我的算法是对的，为何不认？对的，你知不知道？赋役黄册虽然是记录一地人口增减的正理，可它早就沦为废纸一本了，里面的数字都是虚的，敷衍朝廷罢了。你用赋役黄册去推算，绝算不出正确的结果。那晋安府如何征调民夫？如今府里和县里要是真征调民夫，自己都会编一本赋役白册，那里面的数字才是真的。赋役白册？但你觉得他们会把白册开放给你看吗？这世上人心比算学更复杂。不，有一桩算学比人心还难懂，我如今尚未参透。什么算学？邓知县应该对丈田之术也很熟悉吧？身为知县，了解如何丈田乃是常识。田地根据形状分为方田、归田、奇田、弧田、斜田等，可还有一种腰田，形状溜凹四处，非常难算。我幼年的时候，依稀记得我父亲给我讲过一种解法，叫做推步居顶，转眼之间就可以算出结果，正是这种腰田的克星。说来看看。可惜我当时太年幼，我只记得要先以经纬推步，再算腰田各处的顶点。只可惜我记不得了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在研究，有所突破，可还是琢磨不透。这样，丈田是我的兴趣，也是我的工作，咱们就此比试一下如何？好。这是同阳最有名的一块腰田，怎么样？开始吧。
再不吃面要坨了。真是厉害！我只是算得快，但你看我用的算法和你是一样的，要是用上推步聚顶之术，还能再快1倍。仁华县这个地方山多，这种妖田到处都是，用现在的方法太耽误人工和时间。如果你那个推步聚顶之术真的要能在瞬间算出面积，那真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。只可惜啊，我怎么也推算不出来。看来恐怕只有《四捐全书》中才有所记载了。《四捐全书》是我父亲写的一本书，里面记载了很多内容，可我想不起来了，只记得3530这个数字在里面反复出现。3530，人丁四捐税。难道你就因为这个数字掀动的人丁四捐案？从我小的时候，我的心里就有一道解不开的题：为什么我家里走水那天我不在家？如果就如程仁清所说，我父母是畏罪自杀的话，为什么他们2个偏偏留下我？令尊令堂之事确实令人惋惜。不过你听我一句劝，不要太执念于此。人丁四捐税这事儿，你我乃是敌手。不过像你这般赤子之心之人，确实是不多见了。本官非常钦佩，只是我到任不过2年，对之前的事情都不太清楚。不过万城的任主簿是本地人，之前的事情他或许知道一二。你从桐阳回兰溪需要经过万城，我修书一封，你可以去问问他。遮住我眼睛。等一下。他们都激我！老子，张路子，老沙。大哥，人来了！我乃兰溪县补班班头，奉命在此交接人犯。哎，班头，哎，我要报官，就他就追杀我们的那个山贼。少啰嗦，来追杀我们！哎。啊，文牒呀！哦，是啊。我觉得我们到不了兰溪了。为什么？
我们是来交接的，把犯人交给我们就行了。可是我们接到的命令是，把犯人送到揽溪县为止，途中不得转交他人啊。这不才刚进万城境内吗？哈哈，来，我呢也是怕几位太辛苦，可以少走几步路嘛。回头我请几位喝酒。不必了，这也是邓知县之前交代过的。上路吧。上路。上。大哥，这哎呀，你第一张牌就出来个，你不打哟？没有啊，我反复验算过，数字肯定没错。哎呀，我说的不是这个对错，就如今下边的老百姓过得已经够惨了，这笔税摊下去，又得有人破产了。人定私军税对总额是不变的，3530两。可交税的人越来越少了。去揽溪不是这个方向，怎么不走了？邓知县临行前有嘱托，要在这里休息一下。单家木，出来。帅先生，上次和议一别，许久不见。我记得你，你话不多。老朽年纪大了，只是个凑数的。邓思齐说，你知道我父亲的事。我的确与你父亲有旧。20年前，老朽与你父亲帅敦成同在静安府为吏，算是有些交情。我见过你。我什么都不记得了。不记得好啊，老朽也不想记得。那是一个10年难遇的灾年，家禾枯槁无收。咱们静安有供奉龙王的传统，风调雨顺敬龙王，收成不佳求龙王。那一年都已经到了打龙王的地步了。风调雨顺敬龙王，收成不佳求龙王。这如今又到了打龙王的地步了。你知不知道，我父亲写过《思捐全书》？那本书是你父亲所著，老朽恰好看过。你还记不记得里面内容？有没有记载推不据鼎之说？帅家木，老朽与你做笔交易，如何？什么交易？你撤回人丁私捐的提告，老朽便把书中能想起来的都告诉你。
就是你的答复吗？那本书对我很重要，但人丁思娟对我更重要，因为她是错的，而错误必须改正。那关于这本书的事儿，你以后就不要再跟人提了。敦成啊，没想到20年后，他还是走了你的老路啊！仁兄，赶紧下来帮我啊！敦成啊，你明知道这是仁华最妖的田，武功堂下69号，错综复杂，你还答应护房说今日之内定能量完，怎么可能呢？我有独门秘籍。从哪弄来的？我自己琢磨的。你看，古者良田较阔长，全凭绳索以牵粮。哈，每次看你老帅仗地呀，真是一种享受。敦成啊，只可惜朝廷没有明算这一科，不然凭你的本事考个状元，轻而易举。人各有命，我呀就喜欢这一口。要是一辈子能在这良田，我也觉得挺好。说的也是，这人呐得乐天知命，像我也一样。既然在护房做了吏员，大的前途就不要去想了，运气顶了天，也只能做到1线之主簿。哎呀，仁兄啊，你要是做了主簿，那你可得请客。没问题呀。上仙，不，帅家木，宋同派要见你。我早就劝你要让你收手，你就是不听。你看看你现在落到什么地步了？宋伯伯，你听过《思娟全书》吗？思娟全书。我最近想起很多小时候的事，总是梦到这本书。我记得我爹娘去世那一晚，这本书曾经在我家出现过。我爹从一个包裹里面把这本书拿出来了，我只看过其中一页，上面很醒目的写着3530。除此之外的细节，我就记不清了。那也就是说，这本书是你爹留给你的，但是你到现在还没有看到过，对吧？是的。任主簿好像知道内情，但他不肯跟我说。哎呀，家木呀，你不要再说这本书的事儿了。明日3座会审，我听说他们要下决心把你的案子审结呀。我已经找到了很好的证据，只要能够查阅赋100册。家木呀，现在这不是你找真相的地方，这是阴阳调和之所在呀。阴阳调和，就是大家都满意，大家又都不满意，最后都觉得只能是这样了。阴中有阳，阳中有阴，这就是妥协之道啊！这关乎着利益，所以注定你的努力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啊！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哎呀，怎么
跟你说了半天，你就是不明白呢。这样，你听我的啊！我希望明日在三座会审之上，我保你一条性命，所以前提是你得先配合。怎么配合？不做事，不说谎。你的意思是，就不要再算这些了？不做任何事情。我最近想起很多事，可记不起的是更多事，所以我心里的疑惑越来越大。丝绢全书为何要叫丝绢全书？丝绢，这与人丁丝绢又有何关系啊？人丁丝绢与推步据鼎又是什么关系？我爹的罪名也是人丁丝绢，要是我能看到那本书，你能看到那本书又能如何？你现在先要搞明白你自己的处境，不要像你爹一样认不清自己的罪孽。你自己好好想想吧。受巡案之托，入揽溪价格库查阅账册，只因未能完成嘱托，竟在揽溪县价格库纵火，使得百年册籍一夕荡尽。闪开，闪开！后畏罪潜逃，落网于童阳县。今日，王知府、刘巡案与本官三座会审，务须推居真相，公堂之上，正大光明。敢有妄言、诬言、谎言者，严惩不贷。帅家墨、冯宝玉，起身回话。刚才对你们的指控，你二人可否认罪？不认，不认，不认！我们是被绑架胁迫的。哦，绑架胁迫，这好像跟文书上所写的不一样啊！这哪有犯人自己主动认罪的？要我看呀，先打他10几板子，才能说实话。毛知县少安勿躁。程仁清，见过诸位。在下程仁清，秉承常理人情、正气公心8字为圭臬。哎，休要啰嗦，赶紧开始。封宝玉、帅家墨，今天是3座核审，3位朝廷命官高高在上，每字每句还有书手抄录。你们开口讲话可要仔细，如果胡乱攀咬、记入口供，将来那可都是罪过。呸！你以为我们像你一样无视？记下来，封宝玉藐视公堂。封宝玉，如实讲出你的经历就好，不要咆哮公堂。遵刘巡案令，当日老帅受您之命去价格库查卷，在当天下午未时左右，我在揽溪县的街头被一群蒙面人给直接绑架了。他们绑架我之后，威胁老帅，让老帅在原地不动，不可以交出查卷的结果。可是到了晚上，他们又把我跟老帅绑在价格库里边，他们点火准备烧死我们。这供词当真荒唐啊！蒙面人竟然要烧死你们，为何整个价格库都烧成了一片白地？你们2个却没死啊？我们是侥幸撞开大门逃出来的。那就奇怪了呀！你们既然逃出升天，为什么不立刻去报官呢？反而连夜潜逃去了童阳县？是蒙面人帮我们去的，简直前后矛盾嘛！前面说蒙面人要烧死你们，后面又说蒙面人把你们绑了，我就纳闷了，这蒙面人究竟是要杀人灭口呢，还是在练习跑腿啊？
这是，简直笑话。这个蒙面人为什么这么做，我也不清楚。但是我说的句句属实啊。我问你，这蒙面人是谁啊？是陆飞龙。何人？啊，回知府，这陆飞龙是本县捕班的班头，平日负责缉拿罪犯，维护治安。你是说兰溪县衙捕班的班头陆飞龙绑架了你们两个？对啊，又焚烧了价格库，然后还把你们两个不远百里的送到了同阳县放走。对啊，哦，不是，他不是要放走我们，那个陆飞龙原本是想在同阳那个破庙把我跟老帅杀掉的，我们两个是逃出来的。这不越说越离谱吗？他为何不在兰溪动手，反而把你们送到同阳县杀掉？风宝玉啊，你好歹是一个读书人，下次把故事编圆了呢，再讲给大家听。风宝玉，想仔细了再讲。宝玉，你的证词里边一会儿说蒙面人要烧死你们，一会儿说蒙面人把你们带走了，一会儿又说蒙面人要在同阳把你们杀掉灭口，前后割裂，莫衷一是，我到底该信你哪一段啊？更何况，这陆飞龙是兰溪县衙捕班的班头，他为什么要烧掉自己县里的价格库？动机何在啊？对啊，动机呢？在下斗胆，有请证人陆飞龙上堂。传陆飞龙上堂。兰溪县捕班班头陆飞龙见过黄知府。起身答话。谢黄知府。陆飞龙，案发当日你人在何处？我在乡绅饭府吃酒，席上10几人皆能作证。啊，不错。那日我确实见过他，还与他打了招呼。刘巡啊，黄知府，毛知县，事实已经很清楚了。陆飞龙呢，在接案的地界上是有绰号的，若论胁迫绑架的能耐，他肯定是有的。但是，他一无动机，二无时间，所以风宝玉的所言所语，全部都是编造。不对，陆飞龙他有时间。我跟老帅后来跌落山崖、藏身农户的时候，他还一路追过去了。沱阳县肯定有人见过陆飞龙。你可真有趣儿。陆飞龙是捕班的班头，他的职责就是缉拿凶犯，许你们逃到同阳县，不许他追到同阳县吗？而且同阳的邓知县可以作证，陆飞龙一入境便去县衙报备过。那陆飞龙没有动机烧价格库，我和老帅也没有啊。还是不死心，没办法，我只能再请一位证人上堂。准了。哎，小心！放松点点，你女儿和外孙可还在家呢。兰溪价格库书吏，拜见几位官爷。起身答话。谢。来，老丈，当着几位父母官的面儿，详细的把你那天看到的所见所闻都讲出来。小人奉命看管价格库，自称有着查卷之事，向来是晨起开门，他们入库查看，到了日暮时分，他们离开，小人再把门锁了。到了要关门的时候，我去催他们，2位书手离开，可帅家墨却没有走，说要等一个人。没过多久，一位公子前来。哦，这位公子可在堂上？就是风宝玉，风公子。哎，你胡说！你根本就没在价格库看到过我。风公子进了价格库之后，就把门关上了，不让我靠近。我以为他们还有事未完，就先行离开去吃饭。他们2个有什么事情，竟要打破禁令，入夜后还要留库？不知道，我只隐隐听到争吵声。吵些什么？我耳朵背，听不太真切，只听到，榆林侧来不及查阅，如何交代，莫要连累等语。他们
事事相互抱怨。我看到里边点起了蜡烛，便提醒了一声，结果被他们赶出来了。他在说谎。谁在说谎？他，这个老厉。我与宝玉未曾起过争论，我也未曾耽误过查卷的进度。这个老厉刚才说，我跟宝玉在争论的时候说出了“鱼鳞图册来不及查”这种话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我的工作是去查税赋账册，而鱼鳞图册记载的是土地情况，与我所查根本就不是一类，我不可能说出这种话。他可能听错了，刚才他说了，他耳背。不，查鱼鳞图册的另有其人。是谁呢？刘巡案派去帮我那2个书手。其实他们根本不是去帮我，一进了价格库就直奔鱼鳞图册而去，应该是想摸清兰溪县的土地情况。这个与案情无关。哎，不，有关。这个老家伙肯定是看到那2个书手在查鱼鳞图册，就以为我跟老帅去也是查鱼鳞图册。可笑的是，你根本就不知道，老帅和那2名书手查的完全就是2码事儿。刘巡案，请召回那2名书手，他们每天都跟老帅泡在一起，你问下他们，便知道老帅碰没碰过鱼鳞册子。这咋办呢？刘全，要不然就请你那2位书手也上来说说吧。好吧。我听衙门里的人说，这方石像啊，连个正座都没捞着，就在旁边陪着。正座都没捞着了！你们说这方石像这么多人呀？我问你们2个，帅家墨在价格库里是否碰过税赋杂役以外的文书？未曾碰过。你们2个肯定吗？我从未见过如此呆得这么有定力的人。他一坐下就不动了，一直到日落，就在那儿不停地翻，不停地算。那你俩的意思是不是，帅家墨在这个价格库里就一直在算这个税赋有关方面的事情，从来没有碰过鱼鳞图册？回知府，他所查的东西本来也与鱼鳞图册无关。知道了。兰溪县书吏，说，你是如何听到帅家墨与人争吵的？他许是老糊涂了。程仁清，老厉所说的一切，都算不得数了吧？不作数了。嘿，听到没有？不作数了，都给我记下来，不作数了。哎，好你个兰溪书吏，捏造谎言，平白无故折腾这么多府县官员，实在可恶！来人，拖下去，重打10板子！请天大老爷饶命啊！饶命啊！到底是谁在背后指使你撒谎的？说！说！黄知府，老厉说谎只能证明帅家墨和凤宝玉没有吵架，却并不能证明价格库的大火和他们没有关系，更不能解释为什么出事之后他们潜逃去了桐阳县。程仁清，不要胡搅蛮缠，老厉的证词是假的，那帅家墨火烧价格库的动机便不存在了。那他也许是误动了火烛。程仁清还敢在本府面前胡言乱语！来呀，给我拖下去，重打10大板子！饶命啊！风宝玉、帅家墨，经查，你2人并无焚烧价格库之计，本府宣布无罪开始。哎呀，这声音是这样。黄知府，黄知府，既然老厉刚才是在撒谎，那就能证明我们刚才说的全部都是真的。绑架我们的，真的就是陆飞龙。陆飞龙
有人证，时间对不上。至于谁在背后指使老吏，并纵火焚烧价格库，我们日后再详查。帅家墨，本府想问你，刘询案交给你的差事，你到底完成没有？人丁丝绢税的源头，查到没有？查明了。黄知府，今日3座会审，议的是纵火案。既然您已经定他人无罪，理应散去便是。这怎么又议起人丁丝绢的事了？毛知县，人丁丝绢一事，金安有些人明里暗里使绊子，才有了这个价格库纵火案，说是两桩事，其实本来就是一桩。如果廓清了人丁丝绢的真相，一切都会迎刃而解。所谓提纲挈领。若要提议这件事情，那其他几位知县都应到场才对呀。本官巡按金安，为此案设立查院。难道人没有到齐，本官就审不了案子了吗？帅家墨，你查到什么证据没有？证据都烧没了。兰溪县的价格库是诸县中保存最完好、最久远的，如今焚尽了，其余诸县怕是也难以查清。不过我已经想到了别的办法，同样可以证明人丁丝绢税的来历。速速说来！只要查清仁华、兰溪2县的赋役白册即可。赋役白册。巡按大人，进一步说话。毛知县，这是为何呀？请坐。赋役白册，在大众面前展示，不合适。为何？二位知道，赋役黄册是需用朝廷的，可是一县的虚实可都在各县自己造的赋役白册之上啊。一县的政务须臾离不开都是县衙的命根子。那有什么不可以拿出来展示的呢？这个东西是很好用，但是它终究不合朝廷法度啊。下边不会把它拿到明面上，而上面呢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上下心照不宣。如果要让这个帅家墨破口的话，那以后的工作就没法开展了。黄知府，既然如此，方知县、毛知县，把你们的赋役白册拿出来，供帅家墨查阅。宣大人，不可能了。我兰溪县的都已经烧光了。哼，毛知县，你说笑了。赋役白册不是正式文书，不会放进价格库的。你，反正我们是拿不出来。如果您要用官威压我们可以去吏部上告，还要去督察院请御史弹劾你，对吧，方知县？方知县，哎呀，放他睡。下官今日只是列席呀。方知县，现在合议人丁丝绢，需要调取你县的赋役白册。赋役白册呀？8县共进退。8县共进退。哎，这8县到底哪个县该进，哪个县又该退呢？黄知府，刘巡案，下官今日虽然列席旁听，但其中之端倪，下官也清楚了1、2。这人丁丝绢税，它可是关系到我们仁华民众的福祉。
若帅家墨能查出此案的端倪和有误，下官宁愿摘下这官帽，力挺此案。区白策，又算得了什么呢？好啊，好。好热的天哪！这些死人官帽也要为民做主。是新进的进士，如今已是国之栋梁，全靠世伯平日提携教诲，否则文才求今日。那小侄还有正事在身。马监事，马监事，诸位，马监事，马监事，马监事突然莅临金安，不知所谓何事啊？啊，没什么大事，只是听闻最近有一桩人丁私捐的事闹得沸沸扬扬，民间颇有议论。我忝为金渠兵备道，自然要过问一下。哦，我们正在核议此事，马监事远道而来，不妨先到后堂歇息，容后详谈。不用了，我就坐在黄知府旁边吧。今年未见，程兄别来无恙。坐，都坐。我们继续。帅家墨，刚才我们聊到哪儿了？要查揽溪、仁华两县的赋役白册。哦，对。你们两县意下如何？哦，我已差人去取赋役白册。毛知县，你呢？我这就差人回去去取，但往返1个来回，恐需1天的时间呀。毛知县不必了，本官在揽溪时着人抄录了一份，就在茶院里，派人取来便是。我怎不知？你竟然……毛知县，调刷文卷，乃本官的职责所在。难不成毛知县有什么亏心事，不敢露白？我看不是这样。马监事风尘仆仆远道而来，应该感觉到会有些疲惫。我们大伙儿呢，在此商议此事也整整1上午，接下来还要等赋役白册的到来。本府宣布，暂时休息，下午继续商议此事。方知县出来了！哎，方知县，终于盼到你出来做主了！方知县，我们的青天大老爷啊！
做主啊！青天大老爷，方知县，为民做主好官。跟方知县说几句话。我说，这什么情况？你没听见吗？这是百姓向您欢呼，都说您是青天呐，青天大老爷。哎，谢谢。我什么时候成了青天大老爷？您就是。方知县，方知县，哎，方知县，方知县，您真是为民做主的好官呐！方青天，方知县，青天大老爷。哎呀，青天大老爷，那以后就是方青天了。哎，你去取富裕白册，尽快给送过去。啊，好。老爷，今天您在公堂上这一手，毛知县和范老怕是不会高兴吧？我说的说了，做的错了，我管他那些。那这八县同盟，老爷，我是仁华的知县，自然是要站在仁华的立场上讲话，为百姓发声。看看，这封家差人送饭，哪有只送肉不送菜的呀？来，吃菜。哎，这临近开堂了，你那个朋友呢？啊，怎么还不回来？去哪儿了？不知道。他呀，就是一个沽名钓誉的纨绔。贾母，这次5岁开始，也算是九死一生了。听我的话，以后不敢再趟这趟浑水了啊！来，喝汤，喝点汤。哟，今天有鸡汤。他们说啊，吃鸡头能治头呆。我们家墨啊，一点都不呆。谁要是不服，让他来跟咱比比算学。一个大蒜呆子，一个小蒜呆子，还不够呆呀？宋大哥今天送这只鸡来的时候，说托人打听到了一位神医，专治头呆的，诊费很贵。没事，银子的事儿我来操心。我记得我娘说过，多吃鸡头，专治呆头。你还记得什么呀？啊？我还记得，你给我家送过鸡，你带我爹和我进了价格库。这就是你一心想见识的价格库啊！凡天下之读书，版籍，即今古钱帛出纳之文牍，尊宏贵藏，以待服务考证之用者，现在焉。哎呀，如此重要之地，若是没有我的收看，别人当然不会让你进来了。你记得的东西，是不是有点太多了？还不够，还不够。错的就是错的，必须要改。你这份执迷不悟，真有乃父风范。我也是仁至义尽了。尊城，
干活还这么开心啊！哎呀，仁兄，宋长安，听说你们在这儿种田，我特意过来看看啊。这块武功堂下杭序69号田，可是咱们县最妖的田了。我测算了3遍才出的结果，10亩6分，分毫不差，正好印证了我的推步据顶之术，痛快。文成啊，我觉得要不然再重新量一下资质吧啊。不用，我算得很准。哎呀，你的绳尺啊有些旧了，容易松弛啊。对，这些银子是修缮费啊。来，再重新量一下。我觉得9亩2分就够了啊。差太多了。那你要多少啊？啊？我说的不是银子，我说的是田亩的面积。你想啊，9亩2分，你要真写上去，那跟榆林图册上记载的数字差太远了。有些人只要一笔私利，他马上就知道问题。队长，用你的绳子啊，同时在4处缩上几尺，保持形状不就完了吗？占地缩绳啊，这是法度明令禁止的呀。10亩6分的地，你要变成9亩2分，你将来要交赋税呢，那短一大截啊！队长，你是府衙里边啊，账得最准的，谁会质疑你啊？连知县老爷都不会跑这儿来亲自查验你。我跟你说老实话吧，这地呢是范家的，这银子也是他们给的。范家，我今年给范家量了4次地了，这个月量的好像都是他家的地。他们买了多少地啊？这谁能数得清楚啊？啊，买卖双方银亩两清，咱们收了银子，皆大欢喜，何乐而不为呀？快收起来，收！我该说段成，你听我说，这银子我不能收，万一让知县老爷知道了，你是不是有些呆气呀？范家这一代除了2个举人，1个进士，朝中还有人做大官呢。那知县老爷想巴结都来不及呀！啊，更别说去招惹了你。五谷丰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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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五谷丰登。家伙！家伙，你是不是傻呀？为什么不躲呀？敦成，你在户房弄点俸禄，你怎么给他好的前程啊？啊！要治好他的病，得花多少钱呢？黄知府，因赋予白册数量较大，本县提供的是里1级的薄册。兰溪县的赋予白册，我的人也只来得及抄到里1级。无妨，扶摇驿向来是以里为单位的，1里是110户，知道这些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。那就好，帅家模，开始吧。人丁私捐税，原是成化9年监安府协饷，共6000匹，由8县均摊。到了成化16年，改为了人丁私捐税，由仁华县独担。要证明这2者的关联，原本很简单，只要找出成化年间除仁华之外其他7县的税赋账册，再调查其中的增减，便可一目了然。哎呀，这些大家都知道，账册都烧光了，你非要拿来这些赋予白册添什么乱？嘉靖10年之前，奉兴的本色税是要调用徭役，由百姓自行约束。也就是说，从这赋役白册中也可以看到税赋的多寡。帅家模，本府提醒你，
在座的诸位并不都像你一样精通算学，我觉得你有必要详细解释一下，以免有些人听不懂又来啰嗦。好，那我举个例子，就好比仁华县今年所交夏粮未知数，但通过复议白册可以查知。方知县今年调用了1000名民夫用于运输，那么已知每2名民夫可运粮5担。仁华县今年所交的夏粮一共是2500担。这样解释起来就容易懂多了。王知府，重点不在于算法，而在于此人的动机。程仁清，你一个小小的讼师，谁允许你在这说话的？下去！其他人可否还有异议？如果大家没有异议，甚好。帅家墨，开始算吧。驾！解得了。直接说结果。成化9年，晋安府协饷6000匹丝绢，折银3530两，由8县均摊。可从成化12年开始，每一年分担的比例都在变化。什么意思？这是一笔非常巧妙的账目操作。如果一下把所有税赋都转嫁到仁华县头上，那么立刻会引起警觉。他们所采用的手法是逐步增大仁华县的税赋比例，也就是说，每一年仁华县多交一点，其余7县少交一点，不显山不露水。整整4年过去，仁华县平白多出了3530两的税赋，科目也换成了人丁丝绢。哦，明白了。好了，辛苦了，帅家墨，你先一旁歇息吧。这个手法真是高明啊，真是温水煮青蛙呀！难怪呀！仁华平白啊多交了这笔赋税，还丝毫没有察觉。原来这都是4年间一点一点提上来的呀！你说百姓只知道朝廷在增税，朝廷增税那也是天经地义的事。哎呀，好啊！既然人丁丝绢是篡改而成，那我们就应该正本清源，回归均平。刘玄，我觉得此事不宜操之过急，毕竟是100多年前的事儿了。现在时移世易，况且现在的建安8县和当年的建安8县可情况大不一样了，户口人数有所增加，而且开垦的田地数目也变化很大。如果再按以前那样均摊，好像有点不公啊。黄知府，这事儿简单，我也有成算。晋安府8县，不妨重新测一下田地，按照新统计的田亩数量，制定分摊比例。太好了，还是刘巡案显得周到。这个提议甚好。那本府现在就宣布。等一下，程仁清，你又要干什么？黄知府，刘巡案，毛知县，你们可知道帅家墨为何要提起这一桩100年旧事呢？你不就是又想说帅家墨的父亲曾经因为此事蒙冤，帅家墨是挟私报复吗？这等毫无关联的诬陷还要说几遍啊？可是确有此事啊！当时帅敦成就是为了这个罪名受罚的，畏罪自焚而死的。宋通判，这又何妨？这账册可都是真的呀！诸位都是牧守一方的官员，应该知道这种事儿的关键，它不在公正，而在示范。
倘若帅家墨因为父母之仇搅得建安府一府8县不得安宁的话，而且他也没有受到任何惩罚，那会树立怎样的一个榜样呢？此先例一开，倘若其他小民纷纷效仿，那府县衙门还有精力干点别的吗？一派胡言！今天仁华可以说人丁私捐税不公，要求彻查；但明天揽溪也可以说赋税不均，再查一遍。那还有同阳、武江、万城呢？试问建安府哪个县的赋税是完全公正的？个个都要求纠正。哪里还有其他精力干别的呢？试问诸位，你们真的愿意为了100年之前的一笔旧账，为了这个算带字的私心，不惜牺牲建安府的整个安定局面吗？程仁清，你这是在威胁黄知府喽？在下不敢，我只是想提醒诸位，常理人情、正气、公心，常理排在第1位，而公心只排第4。程仁清，你屡屡在这巧言令色，来啊，把他给我插出去！且慢，黄知府，本官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。马佥事，此乃民政事务，尊驾在旁边旁听即可，难道还要发表一番议论不可？民政，我看不尽然吧。我刚才听帅家墨说，这个人丁私捐税的源头乃是被窝的协饷，对吧？不错。我们金渠兵备道是嘉靖45年设立的，职能嘛也有被窝这一条。金安、衢州等地至今仍在协饷。既然人丁私捐是协饷所化，那兵备道自然也可以发表意见。军政干预民政，此乃朝廷大忌。马佥事这么做，就不怕被弹劾吗？刘巡安，你既然叫我马佥事，可知这“佥事”2字的前面是什么？奉行提刑按察使司。不错，我虽分管京局兵备道，但仍是按察使司的编制，所以问理刑名、进阁兼弊也是分内之事。你自己也是巡按，这点道理难道还不懂吗？那好啊，不过有话说在前面，你想说就说，至于是否被采纳，那还是黄知府的意思。本官听了这么久的合议，忽然想起一件往事。大秦末年，群雄风起，这其中最厉害的一个，便是西楚霸王项羽。最不起眼的是一个泥腿子刘邦。项羽在巨鹿破釜沉舟，大败秦将章邯，而刘邦呢，则趁着这个机会，偷袭关中，一举占领了咸阳。刘邦一个泥腿子，手下也尽是些沛县的流氓混混，他们哪见过咸阳那么华丽的大城啊？于是他们尽情地享受荣华富贵，这其中只有一个人是例外，这个人便是萧何。萧何没去抢金银珠宝，也没去抢绫罗绸缎，他到了咸阳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去了咸阳的价格库，把里面所有的账册、税簿、户籍文书都搜集起来。这些文书记载着大秦36郡的衣食3项数目，壮丁、牲畜、田地、仓储等。鸿门宴之后，刘邦被迫去了汉中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没带走，只带了这些文书。全靠这些文书，刘邦才知道天下之虚实，民力之多寡，才能在楚汉争霸时做到运筹帷幄，决胜千里。是以天下大定，汉高祖推萧何为首功。马佥事，我们坐在这儿，可不是要听你说书的。啊，我想说的是，为政者欲要有一番作为，必先掌握庶民。如今朝廷正要刷新政治，金安若能够重定税目，清账田亩，可谓上应天时，下顺民意，
先天下之忧而忧。我兵备道，自然鼎力支持。马佥是说完了？说完了，两位，但凡有用得着我兵备道的地方，尽管开口，不吝协助。即便如此，一旦上报朝廷，以阁下的身份，也不能拒贤怜属。哎，只要对朝廷好，对地方好，我又怎么会来抢这份功劳呢？不过，我丑话说在前头，倘若两位做的有什么不妥，无益于国计，本官弹劾起来也绝不手软。那你们两县还有什么看法？为民扶植，责无旁贷。毛知县，你呢？既然大家都认同，那揽溪县也认。很好，那本府宣布，3日之后，金安8县重新丈量田亩，为恢复人丁丝绢旧制做准备。各县县令护防蓄力，提前安排好。唐知府，这个宋师怎么处理啊？马佥是有什么想法？这个人从一开始便在搬弄是非，什么常理人情、正气公心，不过是赚银子的借口罢了。适才大家都听到了，帅家墨明明已经证明了人丁丝绢税的不公，他还挖人阴私、攻讦旧事，甚至还拿金安府的稳定来做威胁。金安府的风气，怕就是这种人给弄坏的。马佥是虽然急事，我也觉得此人有问题。毛知县，这程仁清可是你们的刑名师爷？当然不是了，不过就是个宋师啊，仗着点小聪明而已。那我明白了。本府现在宣布，程仁清妖言惑众，履行诉讼，拖出去，杖10板，逐出县学，拘回揽溪反省。此后不再以宋师身份进入府衙、县衙。你跟范老中午早就商量好了，却还要我跳出来反对。你当年在书院慷慨陈词的模样，我可是很久都没看到了，真是怀念呐。实话告诉你，当年那次科场，我爹使的手段本来只是让我抢去你的头名，是我让人在你的夹带里塞入小抄，故意被考官发现，这样你连卷土重来的机会都没有。践踏一个你讨厌的人，就得践踏到底。云长九泉有知，看到他选的男人如此窝囊，应该也不会瞑目了吧？多打2下。程远，慢。别说话。这几天你在这儿帮我擦着药膏，好多了。这药膏是碧玉姐的，手法也是她用来腌火腿的，好用的很。
原来是风姑娘的药膏。帅占梦，我就说你是给父母报仇，你还不承认。那么大个3530，就在那儿画在墙上。哼！人丁思捐税，出了错，没有仇。之前我在公堂之上那么对你，干嘛把我救回来啊？因为你说的好多都是不对的，我要跟你说明白。呆子，真是个呆子。说实话，我一直以为这世上所有的人吧，都会遵循常理人情、正气攻心这套道理，但偏偏在你身上吧，这道理不奏效。不明白。鸡同鸭讲，咱们两个根本就不在一境界里边。不过现在啊，也只有你这呆子了，肯理我这落魄之人。我说行，轻点儿。今晚这是怎么了？这么大阵仗啊！我爹曾经教过我一门丈田之术，叫做推步巨顶之术。小时候教过我口诀的，可惜我想不起来了。我爹是军户，从小我便被教导励精图治。为了磨练我的意志，我从小就练武。也因为我爹的严苛呢，我满腔热血，意志坚定地走入了书院，整天在书院里边嚷嚷着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，匡济天下，扫清时弊。这推步巨顶之术，关键之处在于经纬交叉，标记远处。也是在那个时候，我认识了书院院长的女儿芸娘，我跟她两情相悦。先前经纬，在点远处。跟芸娘成婚之后，我跟她的日子虽然过得清贫，但是那段时光真美。芸娘为了我外出方便，花了她所有的积蓄给我买了一匹马，起名云朵。我本来打算第2年参加大比，在科场得魁之后，让芸娘过上风光日子。没料到这个马文才从中作梗，田行取鼎，再算推步。好在有芸娘在我身边不离不弃。可天有不测风云，芸娘她突然患了重疾，家里所有的积蓄都花光了。后来有一次，同窗让我代写一份状纸，实在没钱给芸娘买药了，我便勉为其难的应了。这酬劳是真的丰厚啊！可老天无眼，芸娘的病积重难返，还是没撑过来。阴阴白云浮在天，脚跟地旁无莲。时来不到，难为雨，只以无心。最可怜。
这洪川溪稍作分水，这总体对清账举措并无什么反弹呐。好，太好了，看来还是刘学安分析的有道理。这分明就是这几个县的县令自己在夸大其词。我早就说过，账田规则制定的很详致，主要是针对那些大户乡绅的引田，这普通老百姓为何会闹啊？是啊，我马上起草一份公文，令各县继续清账政策，否则严惩不贷。好。此乃朝廷大政，伏案决议。我身为巡案，也会联署。若这帮知县再敢推诿敷衍，本官一定治他们一个尸位素餐之罪。刘巡案所言极是啊。速令书手抄录，分送各县。加把火了。陈仁清，陈仁清，哎呀，陈仁清，你快醒醒，醒醒，醒醒！怎么跑兰溪来了？哎呀，我有事找你。哎，我现在就是废人之身，上不了公堂，你找我干嘛？哎，你之前不是说过吗？给你多少银子，你就还人多少公道，对吧？你是不是听不懂我说话呀？我现在上不了公堂。我不用你替我打官司，你就帮我想个法子。说，哎，有一本书，万城的主簿任意，他知道书的下落，可是无论我怎么问他，他都不告诉我。你帮我想想办法呗。什么书啊？《思捐全书》。《思捐全书》啊，我听佘家墨提过，讲什么？我也不知道他讲的是什么，可是他对老帅特别重要，那我必须得找到他，你就帮我想个法子呗。把前因后果讲给我听。陆师傅，你说的是真的？那还有假？这次清账田亩，正是仁华县买通了官府啊，要把那劳神的人丁私捐税摊在咱们身上啊！这凭什么呀？凭什么？八字衙门冲南开，有理没钱莫进来啊！哎呀，咱们忙活了一场，反倒便宜他们仁华县了。官府这次清账，全是仁华县挑唆的。啊，仁华县挑唆的？我听说，黄知府新纳了个小妾，就是仁华县的。晋安府下令了，要涨我们的地。啊，还这种事？哎，朱大哥啊，你们去哪儿啊？我们去县城问个明白，这人丁私捐到底是不是我们分摊？这冤枉钱，我是不交。我看，谁敢动我的地？嘿，你不交，你不交就有补班下乡来索你。那大家子一耗，你怎么办？你怎么办？他们想少花银子，全算在咱们的头上，凭什么呀？对呀，这又传线。
啊，就分摊子，这不让我们活了是不是？对呀。为今之计啊，那就只有抱团喊冤了。我们是不是该找他算账？对。人受10个死，索性我们去闹一闹。走。这事不好弄。仁义是万城的老吏，出了名的倔强。他要是真顶起牛来，连毛潘凤都要让他3分。想让他松口的话，难啊！陈仁清，你是咱们金安府最聪明的人，你肯定有办法的，对吧？来，我为什么要帮你？之前咱们还是敌对的。我之前路过同源和万城，民怨也是这么大。那明明两方都有苦衷，他怎么就闹到这一地步了呢？你真的以为这事儿老百姓都是自发的吗？不是吗？实话告诉你们，你们全被马文才给坑了。马文才？怎么又扯到他身上去了？我之前是一时气恼蒙了心，但绝不是智谋不及他。就他那点小伎俩，我事后稍一推想就知道是什么意思。这个自夸的样子，可真是看不出来你颓废呢。马文才那天在公堂之上突然转变态度，其实是以退为进，假装认怂，让金安府可以放手去实行清账。清账的具体执行者乃是8县的蓄吏，这些人向来跟乡绅是互有勾结的。只要范老一声令下，他们便会故意的胡作非为，惹得下面民怨沸腾，借着民怨散布谣言，挑动民意，把这股子怨气朝着刘瑾和黄宁道2个决策者身上引。看见了吧？诸葛村这些村民，这不是气势汹汹的朝揽溪县衙跑。那他们总不敢去围攻金安府吧？为什么不敢啊？要想按照他们的意愿发展，只有把事情闹得大大的。去通知范老，让沿途的乡绅多准备吃食，务必要让我揽溪的父老乡亲舒舒服服地走到仁华。是。其他的钱呢？您就放心吧，都已准备妥当。不易啊，不易啊！清账田地这事儿呢，本来对范渊他们这些乡绅损失是最大的，老百姓们应该拍手称快才是。但是范渊拿人丁私捐税做挑拨，贫富之争变成了县级之斗，那他们不就安全了？可是毕竟是民变呀，这闹这么大，一不小心就会出大事啊！阴谋就是要闹得越大越好。这一回帅家墨要遇到大劫了。去仁华的路不是这个方向呀！
醒醒，董主！哎，来了来了，董主，瞧什么瞧？敌人围城了，董主。敌人？什么敌人？其他7个县的暴民现在已经冲进我们仁华县境内，冲着咱们来了。他们想造反不成？他们还打出个旗号，说是要罢黄贼、逐流贼、灭方贼。灭方贼？方贼是要灭我？请将杀我！唐师傅，刘雪然，哎，怎么才来啊？你怎么回事啊？逐流贼！灭方贼！请将杀我！这帮州民简直是胆大妄为，竟敢公然围攻这个治所啊！替天行道的旗号都打出来了，这真是岂有此理！不是说明年情绪很好吗？这怎么突然出现这么大的民变啊？这是乱了，乱了！王知府啊，可能你还不明白吗？咱们呀是被当地这些人给算计了。你是说有人暗中挑唆？什么事情也无所谓了，恶想已成。二位，仁华县整个县衙一共就100来人，没有那么多弓箭。如果他们要万一攻上来，那不堪一击呀！我们。你是说他们还敢围攻城墙？这可是谋反呀！你看看！逐流贼！请将杀我！君才杀我！老郑，你赶紧拿一个章程出来啊！我拿什么章程啊？我现在要是下去，他们能吃了我。行，让开！主人，马千世，这招引蛇出洞，真是好算计啊！王知府刘巡案，尔等行事操切，手段狗酷，以致酿成民变。本官特为平乱而来。记了此前合议，本官有言在先。倘若2位做的有什么不妥，无益于国计，本官弹劾起来也绝不手软。哼，定是奸人挑唆民意，致使谣言流传。什么方知县给黄知府纳妾，荒唐的话都说出来了。底下纵有千般不是，可自从您2位开始清障田亩以来，吉安府动荡不安，可也是事实。几个县令阳奉阴违，蓄力借机扰民，不定得严惩不贷。吉安府最近的往来文书我都看过了，不管是同阳万城还是揽溪知县，都发出过警告，恳请缓刑。反倒是黄知府你一意孤行，不问亲友，一味下文言斥，这才激起民变。这，你怎么拿到这些文书的？刘巡案你也是联署了的，也逃不过一个失察之过。你怎么？治大国若烹小鲜，2位都是君子，不入袍房，可能不知道煎一条鱼有多难。鱼肉易碎，所以不能频繁翻动。太操切、太折腾，那鱼它就不成形了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2位的初衷想来是好的，只是凤兴多少年没出过大事，你们2位一来，这金安的民变都围到县城下面了，实在是骇人听闻。本官呀，多次劝过黄知府以稳为主，可惜。你就是个叛徒！黄知府，我宋某可是一直尽心竭力的在辅佐你啊。
还记得当日我跟你讲的协和阴阳的道理吗？啊，这如今一脚踢开挡路的石头，伤了脚趾头，这怪不得别人。本官知道你是进士出身，根本就瞧不起我这个举人出身的通判。我讲的任何话，你根本就听不进去。本官也是没有办法。华文才，当初你也是表态支持的，你也有责任。我是表态支持你们做事，可不是支持你们做砸。不过我什么态度并不重要，本官已把所见所闻飞马持送奉行李士达理巡抚已经成2处。至于阁老们怎么断定，便不是我能决定了。我和刘询也会上书自辩。自是悉听尊便。不过我好心提醒2位一句，本朝地方官还从未有发生过民变而能留任者。2位，按照规矩，现在应该挂冠自肃，以待内阁处断吧。有鉴于金安民变事大，急需弹压，本官身为金渠兵备道主官，现在接管金安府一应防务。明白。眼下最要紧的就是把城门的乱民退回本乡。不过本官带的兵马并不多，何况也不能真动刀枪。宋通判，你觉得如何才好？乱民激变，究其原因，就是本府清丈田亩，以分摊人丁丝绢。妾以为，若是抓住这2点，必可迎刃而解。好，传我命令，此前金安府下发的清丈田亩之令予以撤回，人丁丝绢维持原状。金安府民风彪悍，若只是如此，本官怕不足以平息愤怒。什么意思？节令还需细令。好，你比我狠。来人呐，把那个帅家莫拘押过来。金安府的纷争皆因此人而起，把他当众斩了，给大家有个交代，这乱子就平息了。2位可有异议？城下的百姓听好了，兵备道传令8县，即日起停止清账。恭喜马兵县呀，这经此一役，声名大涨啊！大家都是各取所需，谈不上恭喜不恭喜。只要把那个帅家莫明正典刑，这一桩大事也算是善始善终。是。可是这帅家莫被仁花县方知县提审走了。靠山都倒了，他这时候还敢截胡？呀，他是不敢捋您的胡须，所以把仁花百姓给煽动起来了嘛。我怕强行拿人，又会激起民变。我亲自去拿人。好。方知县，你窝藏人犯对抗兵备道是何道理？青马兵县明鉴，下官哪敢啊！我只想知道，这帅家莫到底犯了何罪呀？他擅闯禁地，篡改文书，诽谤官府，煽动民乱。本官一决议判他当众立斩，以儆效尤。你有问题？哦，我没问题，判得当。下官立刻就去写文书上报给京城。你送京城做什么呀？
马秉宪，下官得按规矩办事啊。您知道，在地方的死囚案，那首先得上报给刑部来审罪呀，再经督察院参核、大理寺审允、三法司复核无误，才能上。你当我是第一天来做官呐？那圣上裁决之后，还得秋后方才能问斩。要不您秋后再来吧。你说的那是斩监后，帅家莫是十恶不赦之罪，本官判的是斩立决，今日就要行刑。本朝一向提倡慎刑续囚，您这么着急，不免有失人术之道。方知县，你一向是个审时度势的人，怎么突然就糊涂了呢？一味的袒护帅家莫与你有什么好处？于下官一点好处都没有。他是仁华子民，下官袒护的是仁华百姓。方石相，方石相，你可知道，你这名号也是那些你要袒护的仁华百姓给起的呢？是。马秉宪有所不知啊，下官生来就胆小怕事，什么清官名利，什么万民拥戴，麻烦虚名而已。下官就希望自己能像块石头一样，平平稳稳、悄无声息的，我把这任知县做好就完事儿了。这难道不是很好吗？可自从我听到仁华百姓觉得我在帮他们说话，他们不再用那种外号来称呼我方茂贞，我反而觉得这个虚名还真不错呀。就像我手中这块圆滑的卵石，它固然是安稳的，但是比起那些有棱有角的奇石怪石，那岂不是更有欣赏之处？行了，少在这扯鬼话。方茂贞，你一个破落知县，自己几斤几两，你不知道吗？你难道还想当为民请命的大英雄吗？总之，本兵备道有权提审囚犯斩立决，请方知县不要拖延。那就请兵备道速写提案，本官立刻回复。几日可复？10日。10日，同府文书的流转程限最多5日，你敢说10日，我便立刻上书弹劾你。5日就5日。东我，属下从未见过您如此决绝，好，可去给老爷拿片丹参。驾，快点！不是说自己记住了吧？马秉宪，时辰到了。代帅加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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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代帅加墨。来，
知县呐，你在这装什么父母官呢？大平县呀，这如此闹上去，太不堪了。各县百姓近些天积攒的这些傲娇之气，是该发泄一下啊！哎呦，你看看。以前只知道帅家墨精通阴阳，擅长术数，没想到他临危不惧，英勇侠义，可不一般呐！马明县呀，这如此不堪呐！你这样就行刑可就来不及了。那就压一下吧。站一下！现在已经都弹压下去了，董主，我们是不是下去啊？我现在下去监斩去啊！百姓不指责金安谷骂死我，我不下去。今有仁华县人士帅家墨，将不干起事情，以人丁私捐之由，捏造写词，欺众罔利，蛊惑迷信。你走得好远呐！怎么回事啊？你怎么就走了呀，爹呀！站住！贼子！你这该死的贼子！爹，你瞧见了吗？这贼子就要伏法了！大人，小人是万城主顾哲义之子，家父前几日病逝，小人想起他老人家往日恩德，竟未能亲见贼子伏法，所以才悲从中来。袁主簿啊，您怎么就这么去了？您是我们万城百姓的恩人呐！上个月您还带人帮我们修堤坝，怎么老天不长眼？您为何走得如此之快呀？袁主簿啊！袁主簿啊！肃静！马平县，再不行刑可就来不及了啊！人老主簿广有贤名，不让万城百姓志记一下，怕是难以服众。多谢马平县。这人活一世，草木一秋啊，人一走了，还能得到百姓的如此拥戴，令人感怀呀！董主啊，你为仁华百姓做了这么多事情，他们也一定会惦记你的。但是说，如果有一天你也走，我也走，我往哪走？你也走，你走。袁主簿，我给你叩头了。好了，快一点！哎呀，不用这么婆婆妈妈的。好了，最后一个了啊！最后一个了。终于完了，马明县可以行刑了，要不然真是来不及了啊！好，袁主簿，还有完没完？你怎么就没了呀？死得好惨！你怎么就走了？你答应我，我的堤坝也没有修
放个屁！老张，风宝玉，你，此人故意捣乱。风宝玉，黔驴技穷啊！你是在耗时间吗？莫非还有救兵不成吗？宋人，你个老毒，你到底要害死多少人才肯罢休？风宝玉，不让你和帅家墨一同问斩，你是撞了大运了！你在这闹什么闹？哈哈，宋人，我这头黔驴还没有技穷。哎，大家听我说，我有话要跟你们讲。风宝玉，你这叫劫法场吗？我风宝玉是仁华县的生员，这人丁4月税是我跟学长们一同提供的。为什么只杀他一个人不杀我？为什么？风宝玉，我宝玉，你快杀我！风宝玉，杀我！官府不追究你啊？你叫找死吗？万明县，这该如何处置啊？那就一并斩。万明县，我提醒你一下啊，这斩首杀人是需要上报刑部审核的。杀帅家墨已属御权，再杀风宝玉的话，还得多准备一份文书。如果出了破绽，那我们就按你速拟文书。来人呐，在，取我印来。是。既然你有这个要求，我就满足你。这不是个傻子吧？这是这。为了朋友，甚是义无反顾啊！两肋插刀，面不改色，令人佩服啊！你来我也会死，你不来我也会死，为什么要这样？我是来救你的呀，那救不了就一起死呗。贾克库，你不也这么做的？恐怕这次没有什么变数了。还是有变数的。什么变数？我和陈仁清找到思娟全书了，在哪儿？他带着去省城了。万城离省城200里，省城到仁华330里。他怎么去的？当然是骑马。5时半，他要5时半才能到这儿。怎么能是5时半？怎么又多了半天啊？罗老山，你再好好算算，陈仁清他不可能骗我的呀。速度不可能加快，脚程也不可能缩短。唉，平日里总叫你多做些矫正题，你若是听了，就不会算错了。5时半。这个来不及了呀！应到。好了，可以了。万明县，哎，5时半，打开。今有仁华县人士帅家墨、风宝玉，将不干己事情，以人丁思娟之由捏造写词，欺众罔利，蛊惑民心，专为犯上作乱之见。仁华各县亦各惊心，删则履言，积为解体。今为平乱局，以安民心，将帅风2首恶枭首示众。即刻行刑！以匹夫而臣，
万神之来，以一朝而反百年之案。如今身虽云梦，仍不失为壮夫下士。你放开他！程仁清可以看到，如果他要搬的救兵也在来人华的路上。斩！马明宪，我这银枪投壶之计，较之当初如何呀？你竟敢持械劫法场！快点行刑，还愣着干什么？砍呐！要不要连我一块杀呀？就凭你今日劫法场一事，我连你一劈斩！给我拿下！奉行巡抚，右副都御史李世达到。今日汤审，众百姓代表，还有各地方来的乡贤俱在。按理说呀，皇权不下县。不过，兹事体大，我和范老又是旧识，所以请诸位来作为旁听，共议此案。哦，对了，这个程仁清也是我叫来的。帮着大家梳理梳理案情啊！大家都坐下吧。谢谢大人。走吧。诸位请看啊，我意外的得到了一本死卷全书，乃是20年前死去的帅敦成所著。上面所载所记，着实骇人听闻呐！什么东西？范老，要不您先翻一翻。李先锋。李巡抚，这书是？爸，这书上记录的是帅敦成20年前的一份土地交易明细，所记的这个田亩买卖啊，真实面积和登记的面积大相径庭，全都存在着所省引田的勾当。20年，那就是嘉靖38年，这可是两地之前的旧事了，今日何必拿出来重提呀？毛知县，您是父母官吧？这道理难道还不明白吗？隐匿田地跟其他案子不一样，你杀人放火做过就算了，损失到此为止。但是隐匿田地，那可是每年实实在在的从朝廷手里偷银钱，一偷就是20年，那得多少钱啊？危言耸听！
再不及时制止的话，年头越多，流失的税银就越多。您说，该不该旧事重提啊？正是这个道理。李巡抚，在下以为还是要先搞清楚这私捐全书的真伪啊，否则这讨论半天也是空中楼阁呀。那是。请问这书您是来自何处啊？此书乃是德子刚刚去世的任主簿家中。当年任主簿跟帅敦成是知交好友，得其托付珍藏此册，临终一命要将它公诸于世。任主簿已经死了，你们便可以随意的编排，反正他在九泉之下，又不能反驳。鉴定账册不一定非得人在呀，从字迹不也能分辨吗？20年了，这帅敦成的笔迹，这如何分辨得出啊？谁说要鉴定帅敦成的字迹啊？宋统判，怕是您还不知道吧？这私捐全书上不光有帅敦成的记录，还有任主簿这20年的增补批注。任主簿在金安做了这么多年的官，怕是他的亲笔文牍可以装满半个价格库，我们随便取几本出来比照一下，岂不轻易可知吗？这个帅敦成，我接触过，脑子里有些问题，所以他写的这个东西不足为信呐。范老啊，此言差矣吧。您若是说帅氏父子他们不通人情世故呢，确实如此。但您若说他们做的账不足信，那就真的有点睁着眼睛说瞎话。谁不知道帅氏父子他们的算学功夫独步天下，怕是整个凤兴都找不出对手来。算得好和诚实可信是两码事儿。说得好，马并先，就如同写文章，有些人写的是花团锦簇，其实满肚子皆是男盗女娼。诚如你所言，就算是帅敦成亲笔所写，也未必是真，许是构陷。构陷，好吧。其实这件事儿呢，很容易查验。你要如何验证？范老，借私捐全书一用。这里边有一条记录，嘉靖38年的7月，同阳的一户费姓人家和赵姓人家有一笔土地交易，都看清楚，看清楚。当时负责账地的便是帅敦成，他实际册的土地是120亩，但是因为收了修缮银，所以他在省史上做了手脚，最后在榆林图册上的登记仅为110亩，交易金额600两。这又如何？金安府的所有土地交易需缴契税，官府要在地契上加盖大印，谓之红契。方知县，价格库近在咫尺，可否差人去把当年的契税记录和榆林图册拿来，咱们查验一下呀？李巡抚，本官已都备好，是否可以呈上来？哎呀，呈上来吧，呈上来吧。呈上来。姐姐，这是宝玉之前让我替他保管的，今日还给你。既然他留在你这儿，你就继续保管吧。 110亩，600两。7月，600两。
还是得看一下。来，600两。费姓、赵姓，数目全都对得上啊。这又能说明什么？很有可能是那帅敦成先看到了这鱼鳞图册，然后故意夸大数字。毛知县，怕是他们两家的来历你还不太清楚。哦，马兵县，麦田的费家是令堂的娘家吧？是，又如何？这买田的赵家就变得更有趣儿了。户主叫赵秉信，此人籍籍无名，但是若说起他的叔叔，相信在座的诸位都应该是耳熟能详的。他便是闻名奉行的经学名家赵浩古。你这东拉西扯的，到底要说些什么？少安勿躁，少安勿躁。刚刚都记住了吧？这笔土地交易是嘉靖38年的7月，那么嘉靖38年的8月，也就是下一个月，发生了什么事儿呢？哦，是几位科的秋闱乡试。正是大比之年。哎，而奉兴乡试的主考官，正是这个赵浩古。他虽然是江西人，但是侄子却定居在仁华。我与马兵县呢素有同窗之谊，恰好也参加了这一年的乡试。只可惜啊，我是因过被处落了，马兵县则金榜题名了。那是因为你当时夹带舞弊而被处落，此等人品，谁还敢信啊？你不必信我，信证据就好。这个契税记录上不是有证明吗？110亩，600两，也就是每亩不到5两5。但是当时的地价平均应该是在10两左右。我就非常的好奇了，马兵县，在乡试之前，你的娘家以半价卖了实际的120亩地给主考官的侄子，然后你就金榜题名了。李巡抚，这是公然污蔑官员清誉，不光侮辱下官，还侮辱下官加词作诗，是可忍孰不可忍？看来果真发生这件事了。李巡抚，在下可否呈上证据？呈上来吧。李巡抚，岂可因小人之谗言而因一封之官员？这是官方记录，要不你承认官府造假，要不你承认自己科长舞弊。程真卿，马文才，想清楚了再回答。这2份文书得收起来，留为证据。马文才，这事关奉兴士林清誉，我要上报朝廷，你得做个准备。当今张首府最关注的就是人才大典，由不得半点瑕疵。你是2甲进士，如果真的有舞弊行为的话，那可是惊天动地的大罪，3足不保。早点查清，早点还你个清白。这也太草率了。来人，送马文才休息。是。马文才，我今天所做的这一切呢，不是为了你我之间的积怨，是为了正气。
宋通判，你有话说呀？李巡抚啊，刚才的讨论实在是离题万里，不知所谓。哦，在下以为这《思捐全书》的真伪并不重要，关键是这作者是否诚信。哦，在下是当年帅敦城案的提告人，此案的虚实我尽知之。哎呀，那你讲啊。当年我在护房做掌案，这帅敦城呢是我手下的书手。这个人倒是成年老实，算术功夫啊真是一流。哦，但是有一个弱点，就是这个孩子呀，这孩子呀从小就有痴病，所以他们夫妻二人一心就想聘请名医为其诊治，可惜身无积蓄啊，所以这帅敦城会铤而走险，勾结大户，收受贿赂。其行可诛，其情可悯呐！哎呀，不错啊。范老啊，我好像记得当初的卷宗上是有这个记录。是。当时我心想，这是旧情，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哎呀，可是这帅敦城他胆子越来越大呀！我屡劝他不听，我不得已上报官府，引起您和范老的调查。所谓穷鼠孽离，一个老实人走投无路，必然心生怨恨。凭借他的算术造诣，伪造一本交易记录轻而易举，是以被之以为这本书不可轻信。等一等。你是说这《思捐全书》是帅敦城伪造的？对，那他何必举火自焚呢？岂不矛盾？李巡抚，当时帅敦城是不是跟您承诺过，取了证据便会自首？但他突然身死，这其中必有蹊跷吧？我对此也是一直不解呀。更何况他们如此疼爱幼子，怎么可能舍得双双自尽，忍心留着一个幼子孤独一人吗？心中有鬼的犯人，他所有的行为就会自相矛盾，有时候他会一时激愤上头，就考虑不了这么周全的。人主簿呢，除了留下了《思捐全书》，还留下了一笔当年的仵作记录。这记录上写明，帅敦城、柳月娥夫妻两个的遗体口中无灰，说明不是死在火场，而是死了之后被留在火场。这是不是被奸人所害？奸强附会，他夫妻二人先是喝酒，酒醉之后被烧死，这并不奇怪。哎，你怎么知道他们二人喝过酒？我在仵作的文书里亲眼看到的。文书哦，仵作的文书。范老，您看，文书，看清楚了？文书，来，都看清楚。李巡抚，请过目。宋通判。程人，请你炸我！我炸你又如何？人主簿不可能留这种没用的东西，我就是在炸你，我杜撰的。我再问你一遍，你怎么知道他们二人喝过酒？你在现场？我怎么可能在现场？事发之后，仵作亲口跟我说的。仵作是神仙吗？烧焦的遗骸还知道他们两个有没有喝过酒？知道他们喝过酒的，除了帅家梦，还有当日在场之人。说吧，你去帅敦城家做什么？我没有。你没有？你是当时护房的长啊！帅敦城为那些人篡改土地数字，不可能略过你。还有这《思捐全书》上的每一笔交易都与你有牵连。从常理推断，你杀人的嫌疑最大，你便是杀了帅敦城、柳月娥夫妇两个的
凶手血口喷人，你这毫无证据的污蔑！污蔑！你看着帅家墨，7岁的帅家墨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父母死在火海，20年来，他一直在重复这个噩梦，20年。你现在看着他的眼睛，对他说：“你与此事无关。”说。文成啊，我准备再送你一桩富贵。你精通数理，既然能毫无破绽的丈量，你便自己在这价格库的榆林册上滴水不漏的开吧。长安，哎，我重要东西啊还在2楼。来，随我来。哎，长安，长安。江墨，还记得爹教你的推步据顶之术吗？给爹背一遍。错的。错的？哪儿错了？你今天在价格库写的数字是错的。我不干了。我觉得我对不起自己的良心。哎呀！最近查阅账本。发现这人丁4捐税有很大的问题，咱们县每年要比别的县多交人丁4捐税3530两，那又如何？宋长安，你知道有多少人就因为多交了几两银子的税钱而家破人亡？这大灾之年，那马家、范家的土豪乡绅，不想着救济乡民，反而贱价购地，这是把人在往死里逼呀！莫名其妙。这人丁4捐与我们有何干呢？怎么没干？富裕田产，这你知道？那些乡绅把税款看得轻如鸿毛，就是因为你让我给他们干的那些所省场地，隐瞒田产的勾当。行了，别给我扯些有的没的。帅本知道你要如何，你要如何？这条船你上上，钱你收了，现在想脱身，你完了。你难道不想给你这个傻儿子看病了啊？你难道想养他一辈子不成啊？养他一辈子又有何难？家墨不傻，只是不通人情罢了。我好过的爹受了这不义之灾，终日惶惶不安。银子你拿走，还是在这张票上留个画押。走的是府里的修缮银，没有问题。我害了那么多人，是我该付出代价的时候。这本书里的事例，是我收集了这1年多为富户丈量土地的证据，营缩多少，实测多少。原本以为这是为了佐证我推步据顶之术，这是我刚刚写完的公诉，当做这本书的序吧。这个错误80年都没人改正，不仅苦了一县的老百姓，更是那些贪官污吏的遮羞布。今天我就要用这本书，让世人看看，大明这袭锦袍之下，都是什么样的魑魅魍魉。我想起来了。
3530是什么意思？记住这个数字，爹一生的功过都在这里了。今天咱们俩也喝个痛快吧。罗帅，方知县，郎中都备好了。范老，诸位有所不知啊，上一回庭审，帅家墨就晕倒过。哎呀，本官真是内心着实的担忧啊，所以我就提前备上了。怎么样啊？回禀巡抚大人，帅家墨并无大碍，还是玉气陡毙，到阴凉处休息一下就好了。啊，把他扶起来吧，找个阴凉的地方让他歇一会儿啊！哎，快！哎，快！哎，刚才议到哪儿了？继续。宋仁，我查过文卷，你是个举人出身，却未能更进一步，只落得做了个长案，仕途无望，你心中必然愤愤不平，对不对？你这种人，没了前途便只能惦记前途。你发现引田逆田实在是桩好生意，便教唆帅敦成从中做手脚，你坐收巨利，对不对？帅敦成品性高洁，不愿与你同流合污，你担心事情败露，便栽赃他侵吞了人丁私捐，然后再杀他灭口，对不对？不对，帅敦成品性高洁个屁！是他先要挟我的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宋同安。绝无此事。范老可以为在下担保。
林巡抚，这小小的壮士扰乱公堂，须以杖刑，否则有辱堂威呀！小人甘愿受罚。哎，你违规了，你可冤不着我啊！来人呐，给我插出去，杖责时下，以儆效尤。是，我自己去。宋同派，宋同派，这都是陈年旧案了啊！我也不能仅凭一句话就定你的罪呀。不过，为了避嫌，你也可以下去了。记住了，一定要死死咬住范云。我不行啊，我没您的能力。不行也得行，不考你，考算呆子吗？记住昨天晚上我说的话，你便不会输。今日何意？本府有言在先，不得妄行讼师手段。然成人妻以刑诈得利，不知妻心之害，杖责时下，以儆效尤。慢点。范明把那本书给烧了，血口喷人！方知县，你可否看见？哎，是何人而为啊？这适才乱作一团，下官心脉骤停，未曾觉察呀。哈，那你就待在上面吧。啊，来，接着译。李巡抚，李巡抚啊，哎呀，下来吧，下来吧。我们继续。接着译，接着译。启禀李巡抚，现在事实已经很明显了。20年前，宋人收取乡绅贿赂，灭口帅登城掩盖真相。马文才家里转售土地，科举舞弊。20年后，黄知府跟刘玄安想要彻查此事，却被那个毛攀凤湮灭证据在先，挑唆民众在后。种种迹象表明，晋安府积弊已深，改正势在必行。这一切，皆源自于帅家莫提告人定私捐之故。他无过有功，还望巡抚明察。清理低弊，哎，的确是朝廷这2年的想法。可是你能有什么想法呢？清整仁华土地，重定人丁私捐税。哼，好一篇策论！你有什么可说的？曾宝玉，老夫建的学堂你不曾上过吗？高堂之上，竟敢如此无礼！那不过是你们赚取民望的手段罢了，和你们贪得的利益相比，那不过是九牛一毛。你们就是指你们范家，私捐权术的一半都跟你们范家有关，他才是真正的幕后黑手。巡抚大人，大明律哪一条写明，拥有田地多的人有罪？不曾。
老夫名下的田产是多了一些，那都是诚实经营所得，勤勉致富，难道有罪吗？你们家那么多的土地，怎么可能每一笔都是公平买卖？哼！凤兴松江，徐杰、徐哥老家有多少土地，你知道吗？我告诉你，24万亩。你要是有本事，你到徐老府上跟他说，你刚才不是说有钱的士绅都是毒瘤吗？难道徐老是最大的毒瘤吗？范老，今天所议乃金安的政务，不涉其他呀。不，这是一回事。嘉兴袁家用田20万亩，钱塘许家18万亩，余姚余家17万亩，整个江南豪门近身比比皆是。你读了这么多年圣贤书，竟如此离经叛道，难道你想跟江南所有的士林对敌吗？你个老狐狸，你不要偷换概念！我们今天聊的不是买卖土地之事，而是你隐匿田地，那是……本官以为，今日堂议到此为止吧。大家请回吧。就算没了私捐权书，我同样可以证明。等等。帅家墨，难道你能背过不成？我从未看过有如何背得住。只要范老挑出他名下任何一处田产，交予我重新丈量，看看与榆林图册记载是否相符，就可以一清二楚。此时民意最重，不如答应他。反正田是咱们的，而且核准丈量的次序也都是咱自己人。咱们就给他那块最要的田，晾到帅家墨也挣不出个究竟来。老夫在仁华确有一块土地，土名武功堂下，行序69号。老夫想用这样的方法来证明自己的清白。倘若帅家墨凭空诬陷，望大人严惩。这您放心，我一定是秉公办事，严惩不贷。帅家墨，你可要想清楚了。其实我很高兴。从一开始仁华县那次议论，我就不明白，为什么一个简单的算学问题要搞得如此复杂？
明明就是1加1等于2的事情，却牵扯到这么多不相干的人和事，所以才到了如今这个局面。现在好了，算学的问题终归还是要回到算学本身，只要解决了眼前的问题，就可以解决一切。好，本官欣赏你的勇气，即刻动身吧。不必了。这块武功堂下航序69号天，可是咱县最妖的天了。我测算了3遍，才得出结果。填10亩6分，分毫不差。荒谬！随口说一说，明显就是为了诬陷范老。榆林图册上写的清清楚楚，9亩2分。望李巡抚派府中护防蓄力，核准丈量，莫被宵小之辈妄言蒙蔽。对，没错。好。到底是9亩2分呢，还是10亩6分呢？确实要重新丈量核算。巧了！本官手底下真有几位算学的名家，账前经验颇为丰富。来人，即刻动身吧！撤！闪开！撤！闪开！闪开！回来了。结果，回禀巡抚，土明武功堂下行字69号土地丈量结果是10亩6分。嘿，李巡抚，老夫有一言是关于丈量事宜，能否借一步讲话？
本官是看在你我有旧日的份上，来听你一言。你还有什么辩解啊？我没有什么辩解。我相信您不会偏袒任何一方。我知道您最关心的是上京之时能否完成丈量事宜。难道您没有看到民报之后那2位官吏的下场吗？您上京的时候怎么跟张首府交代，怎么跟圣上交代？朝廷要的是典型，您要的是结果。我会给您一个圆满的结果。什么？又怎么了？你说几日能确保清账完仁华所有的土地？10日。10日。这个清账田地呀，它本来是一件好事儿。这个账田之术，叫做推步据鼎之术，是我爹教给我的。我爹说过，数性最朴，算学是这世界上最诚实的东西。数与数之间的关联，就好像这天上的星辰一般。如果你能洞悉这计算之妙、计算之理的话，便可以扬俯天地，上下求索。这便是我所求的道。千金为一衡量，在边缘处标不长，别情绪地分别数，再算退步之地方。千金为一衡量，在边缘处标不长，别情绪地分别数，再算退步之地方。千金为一衡量，在边缘处标不长，别情绪地分别数，再算退步之地方。千金为一衡量，在衡量，在边缘处标不长，别情绪地再算退步之地方。是地方，千金为一衡量，在边缘处标不长，天经确定分别数，再算退步之地方。佳木回来啦！哎，来进来呀！盛汤啊！对对对，汤好了，娘亲给你盛碗汤啊。多加点鸡肉。来，喝鸡汤啊，小心烫。怎么没有鸡头啊？吃什么鸡头啊？你又不呆。
佳墨，你长大了。来。你怎么哭了，老师？哎，那个，这先撤了，先撤了，先撤了。哎，走走走。